头好疼我记得昨晚跟宿舍那几个龟儿子喝酒来着。哎呀，这3个龟儿子真是舍得。瞧这房间的布局，起码得是888套餐起步吧？真是我的好大儿们，恐怕直接掏空这个月的生活费了。哟，这 cosplay 挺像啊，就是不知道小姐姐长啥样。可惜喝多了，一点体验感都没有，真是亏大了。倒霉皇子，考核临近，我失败，隐形嗝屁！操！我不想穿越啊！这小说不好看，还是视频不好刷？干嘛非要来这个修仙世界啊？原神这家伙一看就是个废材，我不会一起的，我要回去啊！不对，应该不至于这么惨吧？筒子兄弟，你在吗？我操！我脑子里怎么有洞啊？这金手指有个屁用啊！只能存储物品。哎，我似乎突破到练771层了。按照原身的记忆，丹田内有暖流就是突破的标志。总算是有点好消息了，这家应该不会被逐出山门了吧？虽然是修仙世界，但金银还是硬通货。这空间还真是个好东西啊！空间不够了，而且体内的灵力也用完了。我操！老二，你这是啊？估计是被绿了，受到的打击有点大。他刚才不是一直在睡觉吗？怎么会知道？也对，这事儿刚传出来，老二刚才一直在睡觉，应该还不知道。那要不问问？我脑子有洞。老二，这也不能怪你吧？哎，对，不是你脑子有洞，而是吴雨山没把持住诱惑。这跟吴雨山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居然回来了，而且那个空间还在，里面的金条和白银也在。这难道说我能2界来回穿梭？双穿？兄弟，反正都分手了，冷静。哎，老二，你自己看吧。罗俊伟，我们班那个矮丑妇，果然是他。李商言，你跟我约会，哪次吃饭超过200块的？开房你也只选快捷酒店，你看看人家何丽的男朋友。我只是个大学生，打工赚的钱基本都给你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就送了1台手机、1台电脑和一些化妆品给我？怎么？你的意思我把你都掏空了？没钱还谈什么恋爱？我们分手吧。你会后悔的。是，我早就后悔了，我就不该跟你这样的穷逼谈恋爱。老二，你没事吧？别干傻事啊！放心吧，我出去办点事儿。先生，你想要什么？现在金价如何？你们这边可以回收金条吗？你的怎么这么大？祖传的，没有证书，你们能收吗？如果是真金，我们能收，但这事得跟我们店长谈。先生您好，您贵姓？免贵姓李。你们这边能收这个金条吗？如果可以，我家里还有。只要是真的，我们自然愿意收。不过没有证书，需要检测一下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这也是应该的。确实是黄金，纯度也不错。考虑到成本和人工费，我们按500元1克的价格回收，您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跑了几个地方，300多万。郭玉山，你不是嫌我穷吗？莫欺少年穷，我一朝暴富了。郭玉山总说我只带他住快捷酒店，今天我就体验一下5星级酒店的床有多软。8858一晚，有钱不享受等于没钱，怪不得都说站得高看得远，这种感觉确实是一种极致享受。好了，是时候验证一下了，应该只要睡着或者昏迷就能穿越回过去。果然穿越成功，这下我发达了，哪怕不能修仙，光是在这里搞点黄金白银，回蓝星我也能过得非常爽。
蓝星是晚上，这里是白天。看来两个世界的时间流速就算不一样，至少昼夜是颠倒的。这钟声，糟了！今天是轩辕宗外门弟子考核的日子，差点忘了。要是通不过，就会被抹除记忆，逐出山门啊！咦，丹田里的那股气流似乎壮大了1倍，难道是昨天梦中修炼了，还是因为昨天使用灵气过度了？哎，算了，反正是好事。哟，这不是三皇子殿下吗？余华，大将军之子，杨百成、钱无量、侯爷之子，都是东堂皇朝来的。半年前，他们突破到炼气1层后，就处处针对钱身。钱身的死，这3个家伙要负大半责任。是你们3条狗啊？怎么，刚踏入炼气期就想骑我头上了？李商言，这里是轩辕宗，可不是东堂皇朝。没有仙缘的人，终究只是蝼蚁。有没有仙缘，可不是由你们说了算的，而是看考核结果的。跟这几个小人争吵毫无意义，等我有了实力，再慢慢炮制你。大哥，你说李商业不会是真的突破了吧？不然他怎么这么有底气啊？我觉得不是，我在他饭里下了迷魂药，我不信这样他还能突破。你看他都不敢跟我们对峙，肯定是虚张声势。没突破最好，突破了也无妨。我们都提前半年，现在都快炼气2层了，他就算刚突破，也是个废物罢了。一步慢，步步慢。废，连先秦的气势都抵挡不住，还修什么仙？你们几个被淘汰了，立刻逐出宗门。考核现在开始。我去，这修仙界就是不一样啊！随便出来一个女的，都比抖音10级美颜还漂亮。这是仙元石，考核很简单，将你们体内的灵气输入进去，只要它能亮，就说明你们修炼出灵气，考核通过。它还会显示你们的灵气属性，金、绿、蓝、红、黄，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5行，没亮的就是废物。现在从你开始，考核通过，炼气1层，金系。耶！下一个考核不通过，考核通过，炼气2层，木系，不错。考核不通过，考核通过，咦，不错，竟然达到炼气4层，土系，是个天才。通过率大概只有1/3，修仙界果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下一个李商言，他真的突破了，五行圆满，而且还达到炼气2层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前辈，我考核通过了吗？修仙者一般偏向某一型，天赋越纯粹，修炼越快。也有双型甚至3型的天才，同阶无敌，但修炼所需的时间和资源也是倍增的。唉，而你是5行大圆满，可以说你是万中无一的天才，也可以说你是极致的庸才。庸才不是贬义，是中庸之才。我懂了，就是水桶号，啥都会，啥都不精，升级经验还是别人的好几倍，怪不得前身修炼那么困难。你用1年时间以5行圆满之身修炼到炼气2层，这本身就是奇迹。如果你只是单一型天赋，现在恐怕已经是筑基期了，是我们玄岩宗千年一遇的天才。可惜，偏偏你是5行圆满者。那我这算是通过考核了吗？理论上达到炼气1层就算通过，但你这种情况，修炼消耗的资源可能是同阶的10几倍，同样的资源可以培养10几个天才了，估计没有哪一峰会要你。啊，那我怎么办啊？先继续考核吧，你的事我只能上报宗门处理了。还以为是什么天才，搞了半天原来是个更废物的庸才。恭喜你们正式成为玄元宗外门弟子。肃静！现在我介绍一下宗门情况。玄元宗共有8峰，主峰紫阳峰以及金剑峰、神丹峰、镇文峰、灵气峰、本源峰、寒冰峰、玄女峰。紫阳峰是宗主所在，不收外门弟子，其他7峰各有侧重，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灵力属性选择山峰。现在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做出选择。什么5行圆满，还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废物。王执事，那我去哪个峰啊？你这情况，现在资源匮乏，你这种5行圆满者实在是个大鸡肋。这样吧，你叫李商言是吧？你先跟我去紫阳峰，我将你的情况跟宗主汇报一下，由宗主定夺。
什么？去见宗主？这废物走了什么狗屎运？不行，他要是真的一飞冲天，我们之前那么对他，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隐患。我操，这比过山车刺激多了呀！还没安全带。这小家伙倒是聪明，悟性不错，只可惜是个5星圆满，这辈子的成就恐怕有限啊。这里空气都是甜的，灵气好浓郁。拜见宗主，弟子有事禀告。这位刚入门的外门弟子叫李商言，是5星圆满者，但仅用1年靠自己修炼到炼气2层，弟子无法判断，特来请宗主定夺。让他再测一次。检测结果没错，轩辕宗成立以来第1位5星圆满的弟子，确实不论去哪一峰都不合适，那就留在紫阳峰吧。可是宗主，紫阳峰从未有过外门弟子的先例，凡事都有例外，宗门也从未有过5星圆满的弟子。本宗倒想看看这个传说中的庸才到底能不能成才。干，你全家都是庸才。宗主。既然李商言留在紫阳峰，那他该跟谁修行呢？紫阳峰并无传道者，就让他跟随叶紫渊那丫头修行吧。可是叶长老他，紫渊这丫头背负的太多了，让她教导一个徒弟，说不定能让他转变下性格。更何况他也是多属性修士，教导这孩子应该更有经验。我为你推荐了一位金丹期长老当师傅，但你能不能获得他的认可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如果得不到他的认可，那你以后的修行之路只能靠自己摸索。去吧。是，宗主。每位宗门弟子每月都能从宗门领取灵石和丹药。你是紫阳峰第1位外门弟子，没有先例，我只能按照平均水平发放给你。每个外门弟子的标准不一样吗？这每个峰不一样，有的峰富，比如神丹峰、灵气峰，弟子待遇就好；有的峰穷，比如寒冰峰，待遇就差些。原来宗门也像个集团公司，古峰就是子公司，自负盈亏。那灵石和增灵丹，你妥善使用，能加快你的修炼。一般外门弟子靠这2样，几个月就能突破1层啊，而你嘛，肯定是不够的。今天天色已晚，你先在此休息，明天自行去找叶长老拜师。他在山腰的紫园，很好找。王执事这跑路的姿态，怎么感觉有点怕那个叶长老？这位未来的师傅到底是什么3头6臂的人物啊？这灵石怎么瞧着这么眼熟呢？这不过就是玉石吧？王执事说，灵石是修仙界的硬通货，但现在矿脉稀少，极为珍贵。一块下品灵石价值100两黄金，却有价无市。如果蓝星的玉石就是这里的灵石，那我岂不是发财了？先这一下，回去回蓝星。神奇。虽然意识去了修仙界，但这具身体似乎得到了休息，一点都不累。仙气是。
果然是，好磅礴的灵力。如果说宗门发的下品灵石蕴含的灵气是一滴水，那这个观音吊牌简直就是一大碗水。这能量至少是上品灵石级别，即使是这个最差的，蕴含的灵力也是那块下品灵石的数百倍。发财了！有蓝星世界丰富的玉石资源，我看以后谁还敢说我是庸才？我要用灵石亮瞎所有人的狗眼。不过现在还不能报，闷声发大财。先把这些资源转化为实力才是王道。体内灵气暖流比之前壮大了1倍。不是说五行圆满者修炼很慢的吗？为什么我好像又突破了，炼气3层了？我懂了，不是我修炼慢，是之前资源太差，用上品灵石来修炼，这速度简直跟坐火箭一样。已经是上午了，得赶紧去拜师。王执事说，那位叶长老住在山腰的紫园。这位叶紫渊长老名字挺好听，怎么大家好像都很怕他呀？我操！干！哪个神经病会把门建在悬崖边上啊？不对劲啊！这紫园在半山腰，四周都是平地和树林，怎么会凭空出现一座悬崖呢？难道是幻阵？是的，拼了！这便是紫园吗？果然非同凡响。进来吧。好一个纤细如柳的腰肢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人间绝色。你便是王执事提到的李商言吧？这是弟子李商言，见过叶长老。这么一个温柔婉约的仙女，怎么会被人说成是魔女？那些师兄肯定是在嫉妒我。坐吧。五行圆满，虽然有点意思，不过我可没有空教导你。不过宗主师伯既然开口了，我直接拒绝似乎不太好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考验，如果你通过了，我便勉为其难教导你。敢问是何考验？你明天再来吧。如果你能在紫园里待过1天时间，那就算你成功。待1天，这么简单？这里面肯定有鬼。师弟，我叫苏得快，就住你隔壁。你是刚搬过来的吗？输得快？苏醒的苏。苏师兄你好，我叫李商言，刚加入紫阳峰的外门弟子。外门弟子？那你怎么能加入紫阳峰？我是五行圆满，没地方去，宗主就把我安排到这儿了。五行圆满？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第一庸才？干！真想给他一拳。师弟，听说五行圆满修炼进度很慢，你现在什么境界了？唉，是挺慢的，用了1年时间才堪堪修炼到炼气3层。师弟别气馁，想当年我刚入门也是。等等，你五行圆满1年就3层了？想我当年可是单属性天才，1年也才炼气2层。对了，宗主让你跟哪位大佬修行？我还没师傅，不过宗主让我跟随叶紫渊长老修行。啊，叶紫渊长老？师兄，叶长老他有何不妥呢？我见他很温柔啊。你运气不错，见到的是他温柔的一面，他还有另外一面，是个魔女，特别喜欢捉弄人。整个紫阳峰从上到下就没一个没被他折磨过的。魔女，另外一面，难道是人格分裂啊？所以明天的考验，难道就是让我见识他另外一面？师弟，祝你好运。哎，师兄，请教一下，如果我想自己修行，在哪里可以获得功法？藏经楼，不过需要宗门贡献点兑换，贡献点可以通过做任务或者灵石丹药跟宗门换，不过宗门收购价很低，一般都是师兄弟之间私下交易。师兄，你需要灵石吗？废话，哪个修炼者不需要灵石啊？我有一块下品灵石，能换多少黄金？我刚入门，手头有点紧。师弟，你算是问对人了。按市价，一块下品灵石换100两黄金。如果你诚心要出，师兄不占你便宜，我给你200两黄金。200两黄金，一块指甲盖大的破玉石换20斤黄金，这汇率差简直暴利啊！师弟，我手的黄金也不多，只能出这么多了。这玩意儿又不值钱。当然可以，成交。各位儿子们，今天课点名的时候，记得帮为父答到哦。
为父请你们吃大餐。我操，老二，你都消失2天了，我还以为你想不开要去报安全员了。哎，老二，失恋不可怕，我们帮你再找个雌性啊。什么大餐？杨店长，明天上午有空吗？有一批黄金想要出手，另外想再看看玉石。好的，李先生，我在店里恭候大驾。搞钱搞钱，等办完事儿就去提辆车。徐总你好，我这里有一批黄金想要出售，量可能有点大。哦，你那量是多少？我们这位小商肯定能满足你。黄金大概20斤。您是说20斤，不是克？当然，不然我为什么说量有点大呢？20斤，500万的单，我收购利润就只剩50万，这1个月的 KPI 就全完成了。这个大客户我要定了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李先生，您放心，只要您的黄金纯度足够，我们肯定能收。希望我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啊！我去下洗手间。啊，于娇娇那个娘们儿今天怎么来店里了？那还不是看上咱们杨店长手里的大客户了吗？是那个李先生吗？我刚才看到他进来了，长得好帅啊！可不是嘛，听说我们店这个月的营业额能翻倍，全靠李先生那2单。那娘们儿怎么知道李先生今天会来？他管的片区每个店都有他的眼线，只要有大客户，他就立刻用他那一套去截胡。听说他跟不少客户关系都匪浅，就靠着这个，他才稳坐总监位置的。啊，那杨店长就甘心被他抢客户吗？不甘心能怎样？人家是总监，而且就杨店长家里的那些事，要是再得罪了总监，以后日子就更难过了。唉，可怜的杨店长，人这么好，工作上被压迫，人家还有受家里的压迫。可不是嘛，要是我早就崩溃了。职场霸凌、截胡业务，还有杨店长家里有事，有意思。李先生，你回来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检测。不急。我是跟杨锦绣杨店长约好的，之前跟他合作很愉快，所以这次才来。李先生，杨锦绣他……李先生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于总监，小杨啊，来的正好啊。李先生这样的大客户，你经验不足，怕你招待不周，我已经跟李先生谈好了，这笔业务由我来跟进，你先去忙别的吧。李先生，这场比小说里还精彩，一个是被职场霸凌、楚楚可怜的美女店长，一个是盛气凌人、手段卑劣的油腻总监。杨店长，别急，我刚来。于总监是吧？我想你可能搞错了一件事。李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这个人做生意呢，很简单，只认人。我认的是杨店长，不是你们周小生，也不是你这个什么总监。今天这批黄金，如果不是杨店长来谈，那我就拿走，换一家店卖。古城那么多金店，不差你们这一家。同样，我之后要买的玉石，也不会在你们这儿买了。李先生，你没想到这个李商爷会这么不给面子，500万的业绩就这么飞了，我怎么跟上面交代？李先生，这个只见过2次面的年轻男人，竟然会为了我不惜得罪一个区域总监。杨店长，现在我们可以谈生意了吗？好的。我去处理点事儿，你准备合同吧。对了，这笔业务的提成是算给杨店长的吧？李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们周小生会妥善处理的。好。李先生，合同准备好了，您签完字，我们立刻就将资金打到您卡里。快把你这个月工资给我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这个月工资有7000多。哥，我求求你别在这里闹了好吗？我怎么是闹？只要你把钱给我，我马上就走。这钱是给妈做手术用的，不能给你。放屁！给我和给妈有什么区别？别废话，马上给我！你拿着钱就是去喝酒赌博，妈的手术已经拖了几年了，再也拖不下去了。我求你给妈一条生路。你把钱给我，我就带她去医院。不行，妈做手术需要好几万，我还得存几个月才够。现在给你了，你肯定拿去赌博。所以你就是不想给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天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杨锦绣，这里是店里，不要让你的私事影响经营，否则我要开除你。我只能给你3000、7000、5000，要不你就杀了我。行，先给我5000，还有2000先欠着啊。于总监，我再确认一次，这笔生意的业绩可以算成杨锦绣的吗？恐怕不行，这是我跟您谈的单子，怎么能算在他头上？可我是来找杨店长谈生意的，不是你。小杨，你的私事已经严重影响店里生意，而且不是1次2次了。根据公司规定，我现在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李先生，小杨已经不是我们周小生的员工了，我们还是快签合同吧。后面的生意您直接跟我对接就行。如果您能跟我合作，我们完全可以继续深入交流一下。
这恐怕不行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来这儿是跟杨店长合作的，不是和你。他都被你开除了，我为什么要继续合作？杨店长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，我们聊一聊。狗男女在老娘面前装模作样，杨锦绣这个马扎重货，还以为多清高，见到大客户还不是迈开了腿。李先生，非常感谢你。别叫李先生了，我还在读书，叫我李尚言就行。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当然，如果是你的隐私，也可以不说。不怕你笑话，那个人是我的亲哥，我爸妈从小就重男轻女，非常溺爱他，导致他眼高手低，好吃懒做。他高中毕业就出去创业，结果被人骗了钱，还背上几十万网贷，爸妈掏空家底帮他还债。我高中毕业也没钱读大学，只能辍学打工。好不容易快还清外债了，我妈没有查出了肿瘤，医生说要尽快动手术。可我哥又染上了赌博，欠了更多的债。我本来想存钱给妈动手术，可他每个月都逼我把工资给他。因为他，我没机会上大学；因为他，我妈时刻有生命危险。不好意思，让您见笑了。没想到你有这样的经历，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帮我做事？帮你做事？可我只是高中毕业，很多事都不懂。我有一些合法渠道，能获得很多黄金，需要变现。我还需要不限量的收购玉石。我需要一个专业的人来帮我。你在这一行经验丰富，我相信你能胜任。我可以给你报酬，但丑话说前面，我希望你的私事不能影响工作。我可以先预支工资给你妈妈做手术，但这笔钱如果再被你哥抢走，我会认为你的能力有限，不适合待在我身边。我答应你，谢谢你。那我从什么时候开始？现在。那我做什么呢？要不你先去帮我注册一家珠宝贸易公司。昨天离开前，我特意用一块玉石贴在丹田上，同时运转着炼气诀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呵，这简直就是在挂机修炼啊！我意识回蓝星干事，身体在这边自动修炼，这不就是时间管理大师吗？哼，比别人多了几倍的时间。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境界了？哎，对了，那个大美人长老叫我今天去找他，希望能顺利拜师，不然一直练这个破炼气诀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没走错地方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知为何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哎呀，我操！这他妈是悬崖！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怎么是一片原始森林啊？难道这是月死人长老的考验？啊，炎火诀，这是一种火系术法传承。难道长老是想考验我的悟性？成了，不错嘛，有点悟性。啊，这气质，叶长老，我操，这气场也太强了吧！昨天是温婉仙子，今天是御姐女王，难怪宗门里那些师兄们对她又惊又怕。如果不是脸一模一样，我绝对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。不是说你炼气2层吗？怎么到3层了？啊，可能是因为我原本就快突破了，加上用了宗门的灵石和增元丹吧。有意思，你能活着来到这里，还领悟了炎火诀，说明你不算蠢。现在正式开始接受考验吧。只要你今天还能坚持留在红源内，就算你通过了。弟子定当全力以赴，不负长老厚望。
希望你能多坚持一会儿，也让我玩的愉快些。这笑容感觉不太妙啊。小家伙，欢迎来到我布置的离火大阵。你可以在这里修炼萤火诀，这会让你好受一些。如果坚持不住，你只要喊一句“我被你征服了”，就能出去了。我操，这家伙不会也是穿越者吧？玩这么花，天王盖地火。你说我是母老虎？我操！小家伙，这才刚进去就坚持不住了，你可以投降。男人怎么可以说不行？更不可能就动一下。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男人。我操，这他妈是要炸了！冷静，冷静。叶子元再怎么样也不至于玩死我，一定有解决办法。五行相克是因为火元素太多，克制了其他属性。那如果我提升其他属性的灵力，让五行重新平衡，是不是就能达到五行相生？不管了，试一下。突破了炼气4层。竟然在我的离火阵领悟了五行相生相克的真谛，还借机突破了，真是个耐玩的小玩具。再是被动防御了。玄火诀，怎么样，师傅？我够持久了吧？小家伙，你是第一个敢调戏我的人。完犊子了，得意忘形了。这可是实力为尊的世界，万一他一巴掌拍死我，叶长老，那我真是通过考验了吗？等钓够1个时辰再说。叶长老好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真要命啊！还能持久多长时间？弟子不敢，还请长老恕罪。下次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，就把你剁了。是。既然答应过你，通过考验就收你为徒，那现在就拜师吧。拜见师傅。师傅，这是弟子孝敬您的拜师礼。有意思，我堂堂一个金丹期，还需要你一个小小炼气期来孝敬？上品灵石手镯，哪个败家子干的？这得浪费多少灵石？这一只手镯都快顶我1年的供奉了。拜师礼，有意思的说法，那为师就笑纳了。为师本不想收徒，但既然收了你，自然要教你些真本事，省得你出去丢我的脸。多谢师尊费心。你是五行圆满，想必对修炼之事有很多困惑。我先跟你讲讲灵气属性，金木水火土是基础，冰雷光暗等都是变异属性。理论上，修炼者属性越多，同境界就越强。你可知为何？因为属性越多，灵气质量越高。瞎说！灵力属性是对术法有加成作用，比如火行灵力的修士施展火球术，威力远强于水行修士；反之，施展灵雨术，效果就远弱于水行修士。这就是五行相生相克。五行相生相克。回到刚才的问题，多属性的人为何更强？因为术法也分五行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水火双属性的修士对上一个单一火属性的，他既可以用火系术法对攻，也可以用水系术法克制对方。所以理论上，属性越多，手段越多，就越强大。但这只是理论上，事实上想要做到这点非常困难，特别是你五行圆满者。我明白了，想要发挥优势，就需要修炼更多术法，最好是五行术法全都学会。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，等我全学会了，别人的境界早就超过我了，境界高了，一样能碾压过我。不错，而且现在天地灵气稀薄，资源匮乏，对你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，就是五行灵气本身也会相生相克。刚才在离火大阵中，你应该感觉到了，一旦单一属性过强，就会引起灵力暴乱，轻则成废人，重则走火入魔，自爆而亡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就需要同时修炼五行功法来维持平衡，这
这也意味着你需要5门功法以及海量的资源来支持你晋升，所以资源、悟性、功法、努力、天赋，你缺一不可。总结就是五行修炼太难了，怪不得他们说我都是庸才。不过资源我多的是，悟性和天赋感觉还行，努力我能挂机修炼，现在就只差功法了。师傅，那修炼的功法你有什么建议吗？会玩年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宗门没有5行同修的功法，我建议你找其5行对应的功法来修炼，比如金元诀、金木功、血水术、炎火诀和地龙诀。你需要同时修炼这5门功法，才能保证5行灵力平衡。当然，如果你天赋足够，说不定能自己探索出5行修炼之法，但我不建议你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死得快。靠，在美女师傅面前待久了，容易走火入魔啊。师傅，那我从哪儿获得这5门功法呀？你都送了拜师礼，我也回你一个，拿我的令牌去宗门藏经楼领取这5门功法吧。多谢师傅。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再教你如何修炼。是个有趣的家伙，以后的生活不会无聊了，你说是吧，姐姐？他是我们的弟子，要好好教导他哦，希望他能带来惊喜。放心，我不会把他玩坏的。这种功法拓印晶石真有意思啊，学完就碎，跟一次性 U 盘似的。要是蓝仙有这科技，高考人均满分了。就是贵了点。这5门功法花了1000固现点，等于1000块下品灵石。美女师傅真大方呀。身体开始挂机修炼，意识回归蓝性。2届来回穿，时差有点乱呢。今天上午没课，下午有节管理学，老请假也不好，得去享受下大学生活喽。没有杨锦绣的消息，公司注册、租办公室、招聘这些事都交给他了，我相信他的能力。他现在肯定也在忙着他妈妈手术的事。先解决代步工具的问题，卡里还有350多万，在5城买大房子不够，但买辆车绰绰有余。先买车，房子等下次再说。这辆有现车就要它了。有钱不花，锦衣夜行。虽然不至于刻意报复吴雨山，但有机会在他面前炫一下，也算出出气。下来，罗总，亲爱的，谢谢你送我们过来。为美女们服务是我的荣幸。哟，班花，这么快就找好下家了？就这货色，是你们这几个穷逼啊！怎么李尚言都不敢放个屁？你们在这狗叫什么？我跟李尚言已经分手了，关你们什么事？我们只是为了2不值罢了。他把所有一切都给了你，结果呢？爱情终究敌不过面包啊！哼，是我让他把钱给我的吗？穷就别谈恋爱。就是，等你们毕业了，运气好还能到我家公司打工，就当是给你们做慈善了。哇，是豪车哎！李商言，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这儿吵，都快上课了，吵什么呢？老二，你这消失几天干啥去了？这车是……这小子租车来学校写生了。之前我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来跟你们相处，换来的却是疏远和背叛。行吧，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我其实是个大富豪。兄弟，你真的够狠！为了装逼，又是住5星级酒店，又是租豪车，你真是个人才，我都有点喜欢你了。李商言，你真的很无聊，很幼稚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家什么背景？你爸妈1年撑死10几万，你现在哪来的钱？不会是去网贷了吧？老二，你可别干傻事啊！借了多少？现在还回去还来得及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帮你凑。是啊，老二，网贷是深渊啊！李商言啊，李商言，你有什么脸说我物质？你才是天底下最虚荣、最幼稚的人！幸好跟你分手了。李商言，说吧，借了多少？同学一场，我会拉你一把的。还是君为你成熟稳重。你们脑补什么呢？哪家租车公司会出租连车牌都没上的新车？这辆豪车连正式牌照都没有，只挂着临牌。老二，不是租的，那这车自然是我买的喽。我操，真的？老二，你真没网贷？哪家网贷公司会给一个穷学生网贷几百万买车？不可能，你是在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是故意来打我脸，想让我后悔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分手了，骗你有什么意思呢？走了，上课了，别被点名哦。
那是200多万的车，20多万的表，我居然去招惹了一个隐藏的真富豪，这吴雨山也是个蠢货。我踹来的前男友竟然是个隐藏富豪，我放着这种又帅又富的不要，反而找了一个又丑又……既怕兄弟过得苦，又怕兄弟开路虎，这他妈转眼就真开来了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讲伯特武力模型。咋的？不认识为父了？不是老二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最近得了些奇遇，赚了笔大钱，还没来得及跟吴雨山说，他就主动找我分手了。还好没说，那女人太物质，不是良配。是啊，被罗俊伟那狗逼一勾引就走，也不知道他怎么下得了嘴。老二这么帅又那么大，不懂得珍惜。看什么看？我不信你们没互相比过大小，我自认没老二的大。兄弟们，咱们学的都是工商管理，现在这个大环境啊，工作不好找。我最近搞了个事业，你们有没有兴趣啊？跟我一起干。如果是从零创业，我不会找他们，但现在我是带他们享福。当然有兴趣，必须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的老大了。好，希望以后啊，你们都能陪在我身旁。都怕兄弟开路，但是因为开的只有自己。如果我让大家都开得起，兄弟们还会怕吗？天哪，雨山亏大了！那么帅的李商言竟然被他踹了，笑死！还选了个那么丑的，也亲得下去。听说还很短，罗俊伟的某个前任跟我说的。雨山更亏了。哎，你们说李商言是不是小说里那种豪门大少装屌丝的剧情？所以雨山是嫌贫爱富的女反派？难道不是吗？就是不知道真女主是谁。重点是李商言现在是单身了，姐妹们，我们是不是都有机会了？好像是啊。于薇和倩倩，你们可以试试，一个腿长，一个胸大。这么做会不会让雨山不开心啊？傻，李商言是他自己不要的，还能不让别人追？等消息传出去，抢的人更多。不如趁现在我们跟他还算熟，赶紧下手。与其便宜了外面的妖艳贱货，不如我们自己来。可是李商言只有一个，我们3个，公平竞争呗，谁拿下算谁的。实在不行，2人或3人联手也行，反正我不介意。腐女，你玩的可真花！姐妹们，敲黑板，只要跟了李商言，我们就能一步到位，直接跨越阶层，省去几10年奋斗。现在机会就在面前，为什么不珍惜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很有道理。那我们试试？必须的，反正不管你们动不动手，我是要动手了。那说好了，公平竞争，不许使坏，我们要团结一致对外。对，特别是吴雨山，他肯定吃回头草，我们得先把他排除出去。那我们结盟吧。就叫追伤者联盟，追求李商言的联盟。虽然有点羞耻，但我赞同。我也赞同。怎么回事啊？咋了，老大？没事，可能教室空调开太足了。雨山，你没事吧？你看你脸都白了。我没事，没事就好。对了，我们晚上想去吃火锅，一起去吧，就我们4个。对啊，好久没搞寝室聚餐了。突追伤者联盟任务完成，暂时扼杀敌人第1次反扑。是时候让某些人知道错过了什么。我去，老大，这才是男人的座驾，太爽了！哇，俗话说，吃得苦中苦，长大开路虎。老大，你这也没吃苦，就直接开豪车了？你们怎么知道老子没吃苦啊？不过别眼红，跟着我好好干，1、2年后保你们人均豪车。老大，真的假的？做成义父来听听。滚你丫的，又想占便宜。我还有点事要处理，得为咱们的未来事业做点准备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好嘞，老大。这块玉石在修仙世界大概相当于下品灵石。今天有师傅指导了，我对修炼之道有了些了解，可以试试在蓝星这边修炼。别急，我这身体还是肉体凡胎，体内没有一丝灵力，没法直接吸收天地灵气也正常。先从灵石开始。成功了，这是灵气，终于在蓝星也踏上了修仙之路。奇怪，蓝星的天地间似乎充满了浑浊的浊气，根本没有那种清新的灵气。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没有灵气？不对，不然玉石里就不会有。也许是地点或者时间不行。
哎，苏师兄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一晚上不见，怎么这么困啊？是李师弟啊，我昨晚去做宗门任务，炼制2级丹药，消耗了不少灵力。宗门任务就是你说的赚贡献点那种？我是从神丹峰来的，会炼丹，但这任务真不划算，药材又贵，宗门给的贡献点又少，忙活几天都赚不到是吗？没想到这小胖子竟是个炼丹师，失敬了。师兄，你还会炼丹呢？能炼制什么丹药啊？我是2级炼丹师，能炼制春灵丹、养元丹和淬体丹，还会10来种1级丹药。比如你从宗门领的义气丹，说不定就是我炼的。还好昨天没有把领到的义气丹卖给他，不然得被笑死。师兄，哪种丹药能够增强体魄或者治病的？淬体丹增强体魄，春灵丹能治伤。那对炎居有用吗？春灵丹主要是治外伤的，对炎居恐怕不行。不过三花玉露丹有用，这种丹药能治凡俗界绝大部分的疾病。师兄，你会炼制这个吗？不会，不过你要是需要，我可以帮你问问，差不多3块下品灵石1颗。你有那么多灵石？我昨天拜师成功了，师傅送了些灵石给我。你真成了叶长老的徒弟了？牛逼！师傅漂亮还给灵石，难道长得帅就能为所欲为？嘘，低调，你不想被我师傅追杀吧？师兄，如果你能帮我买到几枚3花玉露丹，我还愿意用灵石给你换些黄金。你能找到多少，我就换多少。真的？当然。我去给你办事。哎，师兄，你不睡觉了？睡什么睡？睡觉有灵石这样吗？炎火诀你已入门，今日我给你讲解青木功。今天不是红群吗？还是此群师傅好，性格温柔，说话也好听。看样子师傅很喜欢这玉镯，下次再搞个玉观音给他。是师傅。好了，今日就到此。你3日后再来学习地龙诀，这几日你自行温习功法和术法。是，师傅。师傅，这是您的令牌，暂放你那儿吧，里面有几千贡献点，你可以去藏经楼看看。谢谢师傅。苏师兄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师弟，我找到你要的东西了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去哪儿？清源谷。清源谷？嘿嘿，这就是宗门弟子们相互交易的集市，那里距离紫阳峰有50里远，我们得赶紧了。50里啊，这么远，我们怎么过去啊？走过去啊？你还没学神行术吧？这是土行的一个初级术法，我教你。神行术？我是火行，施展神行术虽然不如土行快，但用来赶路，半个小时也够了。半小时50里，这都赶上摩托车了，还请师兄指点。看好了，神行术就是将灵气灌注到双腿，形成一股推动力，心随意动，灵随气转。太帅了！师弟，你悟性不错啊！等等，你速度怎么这么快？师兄忘了，我是5星圆满，灵力也有土属性啊。哦对，那我们比比，看谁先到清源谷。比就比。这就是清源谷吗？不错，这里跟凡俗街差不多，甚至还有些修饰改造过的有趣玩意儿。走，我带你去找我一位师兄。程师兄，我来了。苏胖子，你叫唤什么啊？我的丹药就这么毁了！师兄，这也不能怪我啊，谁知道你在炼丹？再说了，我喊几声就影响你，说明你心性没练到家呀。算了，师傅也说我容易受外界影响。说吧，你来干嘛？师兄，我给你带来大生意了。周师兄你好，在下李商言，想买几枚3花玉露丹。我叫周阳，我这确实有，但需要4枚下品灵石1颗。周师兄，你不厚道啊！3花玉露丹最多3枚下品灵石，你这是狮子大开口。我这次炼制的丹药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2级丹药就是2级丹药。你看看。啊！居然有丹纹！如何？周师兄，果然是天纵之才。师弟，丹药分普通和丹纹品，有丹纹的效果强上数成。如果普通的3花玉露丹能治8成疾病，这种带丹纹的能治9成5以上。周师兄，这些丹药我全要了。我这儿有10枚，价值40枚下品灵石，你全要了？只要效果好，40枚下品灵石而已，我要了。嘿，好。师兄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就他一个外门弟子，能拿出40枚下品灵石？你是什么人？为何干扰我做生意？师兄，你别被这李商言骗了，他就是个穷鬼。怎么回事？
在下金剑锋内门弟子赵坤，这位师弟，你可别是被某些庸才给骗了。这赵坤什么来头？他是金剑锋排名前3的内门弟子，很有可能晋升核心弟子。原来是赵师兄，不知你说的庸才是？听说前几天宗门招了个千年难遇的5行俱全之才，我们6峰都没人要，这等庸才竟说要拿出40枚灵石，你可得小心被骗呀！赵师兄，好大的威风，竟敢质疑宗主的决定！死胖子，你说什么？这跟宗主有什么关系？李师弟诚然是5行圆满，可他是宗主钦点的紫阳峰第1位外门弟子，你质疑他，就是质疑宗主的眼光。你别瞎说，紫阳峰从不招收外门弟子。那你去问宗主啊。哼，既然这位师弟不信我们的话，那随你吧。对了，李师弟还是叶长老的徒弟，我相信叶长老听了他的宝贝徒弟今天的遭遇，会很有兴趣去找你们墨峰主聊聊的。你什么意思？叶长老是哪位长老？还能有哪位？自然是紫元那位。你放屁！叶魔，叶长老怎么可能会有徒弟？要不你去问问叶长老。这位师弟，都是误会，都是有小人在作祟。我跟周师兄做交易，关你们什么事？现在一句误会就想了事，我回去会好好跟师傅禀告一下你们金剑锋的所作所为。你想要如何？不是我想要如何，是你想要如何。这完事儿就想跑？师弟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如何？你说的没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所以，为什么不是你退？反正我是不退。呵呵，师弟，师兄给你赔个不是。我身为刑罚堂一员，也是听信了小人谗言。好你个小畜生，竟敢搬弄是非！快向这位师弟道歉！对不起，李师兄，是小人错了，饶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根本不值得同情。带着你的狗走吧。希望你作为刑罚堂弟子，能秉公办事，而不是一条狗说了什么，你就信了什么。告辞。那可是金剑锋的赵坤啊，竟然就这么被一个外门弟子给逼退了。周师兄，既然新杂人能走了，那我们继续交易。当然可以。2位师兄，不知你们手里还有哪些丹药可以出售的？我想多买一些。我有淬体丹、纯灵丹、一气丹，总共价值44枚下品灵石。师弟，快请进。总共200块下品灵石。中品灵石。我操，中品灵石！那个女魔头也太大方了吧？难道帅真的可以为所欲为？我承认，我嫉妒了。苏师兄，我们的交易回去再说，到时候我也用中品灵石给你结算。忽然觉得吃软饭似乎也不错。对了，你有黄金吗？用灵石换。黄金？有。你要多少？你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发大财了！1吨黄金，价值5个亿，而我只换了1块中品灵石。淬体丹刚好可以强化一下蓝兄这边的身体。好疼，就像是有锤子在砸我的身体。爽！练气期2层了，我感觉现在一拳能打死一头牛。我也算武林高手了。我操，好臭啊！这就是淬体丹排出的杂质吗？受不了了。如果我是个女的，我都会爱上自己。房间里残留的臭味简直难以忍受。
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爸，你快来！爷爷他。姑娘，如果信得过我，让我看看。你赶紧通知医生过来。啊，好的。我有一颗丹药，也许能救老先生。我需要征求你的意见，是否给他使用？用，你快用！月月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老爷子身体不舒服吗？爸，刚才爷爷好危险，还好关键时刻上言哥哥出手救了爷爷。你怎么能带老爷子一个人来山里？是爷爷自己来的，我发现才跟来的，你怎么怪我？好了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爸，我不敢，我只是担心您。杨教授，辛苦您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奇怪，以往秦老的脉象有些虚浮，现在却是跳动有力而稳健，这简直像是一个健康中年人的脉象。血压也完全正常了，就好像秦老身上的那些慢性病都消失了，太奇怪了。会不会检查错了？保险起见，我们回去再详细检查一遍。杨教授，结果如何？如果不是知道这是秦老的体检报告，我会以为这是一个20多岁年轻人的报告。您的意思是？秦老身体非常健康，甚至比您还健康。他所有的病都消失了，身体机能恢复到了最有活力的时候。这完全不符合医学常理。杨教授，检查报告没问题，今天的事还请您和团队务必保密。可是秦老，我们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。没问题，但关于我的事，不要传出去任何一个字。这不是因为高层斗争，是为你们好。我可能遇到了一个奇人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泽明、苑苑，随我来说。
古武者。什么是古武者？可以这么说，他们修炼特殊功法，能有力拔千斤、飞檐走壁之能。100年前，古武者曾为国而战，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不少兵王、神枪手其实就是古武者。那为什么现在听不到了？因为枪械的杀伤力太大了，一场大战下来，古武者高手几乎死绝，无数传承就此断绝，剩下的人也都回归山野，默默无闻了。所谓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，用在他们身上。也非常不错，配得上苑苑。爷爷，爸，这么珍贵的丹药，如果能推广，那是利国利民。但他的宗门会同意合作吗？会不会需要一些珍稀药材？所以要徐徐图之。只要他们愿意合作，即便是举国之力，也要支持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与李商言保持良好关系。在他需要时，我们秦家要全力帮助，一定要争取到他的友谊。好的，爸，我会和大哥、二哥他们通个气，注意保密，也要注意分寸。爸，那我可以调查下他吗？不要跟踪，他是古武者，感知很强，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下他的基本情况，有助于我们把握分寸。我操，老大牛啊！这么快就女生主动贴上来了。嘿嘿，这仨可是吴雨山的室友，有好戏看了。还是路虎吸引人啊！哎，你们发现没？老大又变帅了。又是羡慕老大生活的一天。好啊，原来他们打的是这个算盘，竟然去贴我前男友。山岩，你用了什么护肤品啊？皮肤变好了。对啊，感觉你更帅了。下课一起吃饭吗？吃完饭我们还可以去唱歌，我们3个美女陪你哦。救命啊！这女生主动起来真是扛不住啊！要是以前的我，说不定就从了。但现在，我还有急事啊！李商言，我后悔了，我们复合吧。他后悔了？吴雨山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请你不要再干涉我，做一个安静的前女友，对大家都体面。你这么快就被余威那几个狐狸精勾走了吗？我们可是初恋。是谁先背叛了谁？我只是收了罗君伟一些礼物，怎么能算背叛？我们在酒店根本没有发生什么，你要相信我。只要你跟我复合，我愿意做任何事。谁信谁是牛头人？复合是不可能的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李商言，你就这么绝情吗？我问你，如果我还是个穷小子，你会后悔吗？会找我复合吗？检查体内灵气，用上品灵石修炼就是快。这才多久？我已经炼气4层了，这速度比做们那些所谓的天才都快，差不多了。妈呀！今天师傅出了红拳，又要搞我了。是师弟啊，这次没幻境吗？狠不狠是来了？真的，木盾，妈的，还真当老子是陀螺啊！使劲抽，拜腾缠绕。
我操！不讲武德，师傅，救命啊！师傅，我被你征服了。喂，老板，公司已经注册好了，营业执照已经拿到了。这么快？不是说要1-2个星期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工商局的人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去拿执照，这是好事啊。对了，逸香的办公室也找好了，就等老板您去看了。好，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马上过去。老板，这里。哎，老板，我怎么感觉你变得更帅了？可能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吧。有你这个又漂亮又得力的助手，我心情特别好。哇，这个老板好帅！李先生、杨小姐，请随我来，我带你们去看看房子。辛苦了。李先生，这里是一栋有100多年历史的老洋房，经过翻修，设施很齐全，一共5层，总面积920多平米，地理位置特别好，在市中心又临江，风景很棒。这栋楼确实不错，为什么之前没有租出去？业主要价比较高，1年要300万租金，比隔壁写字楼贵了3-4倍，所以空了好几个月。不过业主最近似乎生意出了问题，资金紧张，态度有点松口了。小赵，你帮我问问，这栋楼业主愿不愿意卖？卖？您想买吗？恐怕价格不会便宜。钱不是问题，你问问他，愿不愿意卖，开价多少？老板，你真的要买这栋楼啊？既然喜欢，为什么不买呢？感觉老板买楼就像买衣服一样随意。李先生，业主同意卖，不过他开价有点高，要1个亿。1个亿？就这栋破房子，这都快11万一平了。这个价格确实有点贵了。我底价是9000万，如果你们能谈到低于9000万，砍掉差价，我给你们5成奖励。李先生，您是认真的吗？要是谈到8000万，就给我们500万奖励。当然，我可以写进合同里，给你们1周时间，希望能听到好消息。好的，李先生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老板，你真的要买那栋楼吗？那可是9000万啊！你有这么多钱吗？没有啊。啊？没钱？那你怎么？马上就有喽！我需要出售1批黄金，差不多1吨吧。多少？怎么样？你觉得有哪家金店可以吃得下？这么大的量，恐怕没有哪家能一次性吃下。不过可以分开几家出售。可以，每一家就按200斤黄金出售吧。200斤，将近1个亿的交易。周小生可以吗？我认识5城分公司的一位高层，可以跟他。
1万也算。多少？100万。真的100万？是借给我妈看病用的。好家伙，原来小丑是我自己。那个李总是吧？你们今天来是？季总，我手上有一批黄金，想要出售。黄金有多少？200斤。如果你们想要更多，也可以谈。多少？200斤？对，你们可以随便检测。对了，之前锦绣说的那批黄金就是我的。原来是李总，既然有合作基础，那自然值得信任。200斤黄金虽然量大，但我们周小生也能吃下。那行，先卖200斤。现在方便检测吗？当然没问题。不过您的黄金在哪儿？在车里，我带你们过去。走吧。东西呢？在这里。200斤黄金就这么随便放后备箱？你不是说有200斤吗？你这感觉像提着10几斤的东西。这里就有200斤，不信你们来试试。好重啊！走吧。这笔生意做成，公司能赚上千万，这哪是渣男，这分明是金主爸爸呀！李总，请到贵宾室稍等，我马上让法务和财务拟合同，争取今天就把钱打给您。没问题，签吧。慢着，罗总，有什么事？季秋然，连来路不明的东西你也敢收？这种没有证书的黄金，就是来路不明。罗总业务不精啊，收购原材料黄金要什么证书？我们周小生是做正当生意的，绝不能沾不干净的东西。我怀疑这批货有问题。罗振宇，你打的什么狗屁主意？真当我不知道吗？想拿业务来打压我，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玩意儿，想睡我没门儿！没想到公司高层这么乱，果然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。李总，让您见笑了，今天先到此为止，等我处理完家事再跟您细聊。行吧。拦住他们，别放他们走。怎么想限制我的人身自由？我怀疑你的黄金是黑货，我已经报安全员了。你疯了！毫无理由怀疑客户，还报安全员？我们周小生的声誉还要不要了？原来是你，你可知道诬陷我的后果是什么？李先生，谁让你不跟我做生意，我就觉得你有问题。这不，你今天就主动送上门来了。来人，把他的东西给我扣下！你们干什么？怎么可以抢东西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哼，黑货当然要扣留，等安全员来了交给他们。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？当然知道，200斤黄金。既然知道，那你抢过去意味着什么吗？少废话，把东西拿过来。你会后悔的。王总，售卖黑货的人就在这里，东西我已经扣押了。我是这片安全所的所长王丽，我怀疑你涉嫌售卖违禁物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那是我的东西，里面是200斤黄金，记得带好了，少一点儿你们得赔我。带走。现在那个袋子里面只有一堆碎石，到时候我看你们怎么解决。您怎么来了？王所这是忙什么去了？报告，我接到举报，去抓捕出售违禁品的嫌疑犯。人呢？违禁品呢？带过来。这位先生，你有什么解释吗？我确实在出售黄金，但这些黄金是我祖传的。秦局，我们怀疑他的黄金来路不明，黄金就在车里，都是赃物。打开！唉，私吞黄金的计划泡汤了。咦，你们确定这袋里装的是黄金？你们竟然把我的黄金调包了！好啊，怪不得要举报我，原来是想黑我东西。周小生黄金竟然跟安全所的人是一伙的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黄金变石头，这些鼓舞者的手段果然非同凡响。这怎么可能？东西一直都在车上的。秦局，请您调查真相，还我的黄金。周小生会议室有监控，东西交给他们后，我再也没碰过。现在东西不见了，请给我一个交代。立刻将他们隔离审查，调取监控录像，这是一个大案。李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。
李先生您好，我是秦天，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我先为我们队伍里出了败类向您道歉。经调查，是于娇娇伙同罗振宇，并勾结王丽，企图以非法名义将您逮捕，并私吞这批黄金，但不知为何，黄金在路上不翼而飞。所以我的黄金呢？东西丢了，不会让我承担损失吧？您放心，这事儿发生在周小生店内，他们有责任赔偿您的损失。王丽、罗振宇和于娇娇等人都会被立案审查，10年牢饭是跑不了了。奇怪，感觉这秦天对我好的有些过分了。昨天谢谢您救了我爷爷。原来你是简老的孙子。老爷子想邀请您去一趟我们家。今天有些晚了，明天上午吧。好，恭候您大驾光临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没想到周小生黄金的人竟然有如此歹毒的心。不关你事，是他们心思不正，这种人哪里都会有，但他们都会得到惩罚。不过这也提醒我们，以后做黄金的生意，还是要尽快成立一个团队，用专业方式去操作。这事啊，就交给你了，希望能尽快帮我把黄金出售了。好的，老板。昨天我去清源谷啊，碰到了金剑锋一个内门弟子，仗着是刑罚堂的人，想找我麻烦。你没受伤吧？嘿，我把师傅您的名头搬了出来，他们马上就走了，所以啊，特来给师傅道个歉。金剑锋那帮欺软怕硬的家伙，小徒儿你干得漂亮，为师就是看不惯他们。我操，师傅真是一体两破，两个意识同时存在，有意思。师傅说的对，不过身为您的弟子，我不能每次都靠您的面子吧？如果我能跟您一样以力服人，岂不是更威风？说的不错，靠人不如靠己。你想要什么？嘿，师傅，你有没有什么功法能让我变得更强、更壮？徒儿，你想成为大鸡巴？师傅，我只是想能吊打那些内门弟子。我这里倒是有一门炼体的术法，一旦练成，身体便如灵兵，可攻可守。还请师傅传授。百炼神体诀，用异火熔炼各种灵晶，吸收入体，将身体锻造成神兵。创出这门功法的人真是个变态，这要是练成了，岂不是战法双修，天下无敌了？这门功法虽然强大，但恐怕你还是无法修炼到高深境界。为什么？因为异火难学，异火是诞生于天地间的奇异火焰，威力强大，它可用来炼丹炼器。但整个修仙界已知的异火只有18种，如今已有上百年没听说有新的异火被发现了。那这门功法岂不是废了？也不算，前2层对灵晶品质要求不高，你可以找些普通技术熔炼入门，但越往后对灵晶和火焰的要求就越高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师傅指点。拿了吧。什么？你不是说有礼物送我吗？啊，太激动给忘了。又是上品仪式，这个徒弟秘密不少，对我倒是很大方。师傅，这簪子我看挺适合您的。如果我嫌弃呢？那我只好去寻找其他礼物了。好啦，逗你呢。为师很满意，回去好好修炼吧。现在我们功法齐备，是时候一起修炼了。一心五用，同时运转5种法诀，难度果然很大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走火入魔。但只要有足够的灵石，这修炼速度……丹田内的灵气已经占据了1/4，我竟然已经达到炼气期7层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爽！这个修炼速度实在太恐怖了。不过同时修炼5门功法对意识消耗太大了，看来得想办法提升意识强度才行。五行相生相克，感受五彩斑斓的灵力，相互依存。原来如此，这是意境的萌芽。师傅说过，这是通往更高境界的必经之路。既然有了这份机遇，绝不能错过。哎呀，昨晚修炼太爽，一不小心突破到炼气期8层了，丹田灵气过半，代价是那块观音玉石也消耗了一半。不过最大惊喜是我脑域空间变大了，脑域空间的长宽高可增长了不少。看来脑域空间大小和我的意识强度有关，以后得多找些修炼灵魂和意识的功法了。李先生，您今天上午几点方便？现在就可以，你把地址发我，我现在过去。森林公园半山腰，那里还有住人的地方，看来秦家身份很不简单啊。哟，我们家的小仙女儿今天还化妆了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为了接人，连你哥我都没这待遇。怎么不可以吗？商言哥可是我们的恩人。
这么快就叫别人商言哥了，我好受伤啊！要不我帮你的商言哥介绍几个我们局里的单身女同事？你敢？老妹儿，你不对劲，你不会是喜欢上李商言了吧？哪有？别瞎说，我没有。商言哥，终于又见面了。你好，如燕学妹，请举。欢迎李先生，老爷子和家父已经恭候多时了。随便一个花瓶都带着古朴的气息，好像是宋明时代的真古董。这人虽表现好奇，但神色淡然，看着完全不像普通家庭出身的人。李先生、老爷子、家父以及一些家人就在客厅，请随我来。一些家人怎么感觉这么正式啊？李小友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呐！秦老客气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顺手带了些东西，不成敬意。秦奋，你笑什么？爷爷，你可要当心了，这小子就是个骗子吧？还长得人模狗样，说不定早就知道我们秦家的家事，故意演了出戏来激起我们。秦奋，你别瞎说。你看看他带来的东西，用的还是2元店买的礼品盒，真的咱们秦家没见过世面吗？混账！你胡说什么？给李先生道歉！爷爷，这小子如果不是骗子，我跪着给他道歉；如果是，就让我揍他一顿。既然你质疑我，那我也得证明一下自己了，否则岂不是要蒙受不白之冤了？爽快，你怎么证明？小子，你不会真是从2元店里买的吧？就这破瓶子，你想忽悠我们是古董？可是那种丹药，秦老有见地，不过跟上次的功效不一样。是什么功效？秦爵，不知可敢帮忙试丹？商言哥，我来吧。不方便，你等会儿就知道了。小天，你来试试，我相信李先生。这丹药带着一丝清香。哥，你给我哥吃的是什么毒药？秦老，这枚丹药叫淬体丹，功药便是淬炼身体，过程嘛有点痛苦，以及有点恶心。感觉如何？哇，太神奇了！我感觉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，一拳能打爆一头牛。我操，怎么这么臭？我怎么这么脏了？淬体丹排除你体内杂质，让你身体得以净化，并拥有了力薄千金的实力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是不是先该去洗个澡啊？李先生，那另外2枚丹药有什么功效？剩下的分别是春灵丹和三花玉露丹。这枚墨绿色的春灵丹能让重伤之人在极短时间内痊愈。这丹药对身处危险一线的人来说，价值连城。这枚三花玉露丹，秦老试过，据说能治疗90%以上的疾病。啊，能治疗癌症吗？应该是可以的。我大伯母几年前查出癌症晚期，已经时日无多了。希望这枚丹药能有效果。哥，你变帅了！不仅变帅了，还更强了。我刚才测了下，一拳的力量达到了1500斤。李先生，这丹药有副作用吗？放心，这不是激发潜能的毒药，而是促进身体进化的温补之药。对不起，我向你道歉，我不该说你是骗子，越奶越麻，悉听尊便。我接受你的道歉。李先生，不知道你的丹药能否出售？倒是我冒昧了。这些丹药耗费无数天才地宝炼制而成，数量极为有限，所以暂时不能出售。李先生，你说暂时？主要是有些药材太缺乏了，如果能大规模种植，倒不是不能批量生产，以后说不定还能出售其他功效的丹药。商言哥，你需要什么药材？我们立刻帮你寻找。我现在还没炼过丹，哪知道需要什么药材啊？修仙界的药材，蓝心上能不能找到还不好说呢。丹药之事不急，这事儿还需要家中长辈同意。不错，此事从长计议。不过商言，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，我们秦家在华国也算是有一定薄面的。秦老您太谦虚了，另外您叫我李商言就行了，叫我小友让我有些不自在了。就是，我都叫商言哥了，爷爷你叫小友，岂不是乱了辈分？说的是，以后我们秦家要跟商言多亲近亲近。秦老，秦叔，虽然丹药暂时不能交易，但我倒是有一个比较着急的生意要做，不知道秦家有没有渠道？商言，我是秦奋的父亲秦泽堂，负责秦家的生意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秦二叔客气了。是这样的，我从家里带了一些黄金过来，需要处理掉。家里
看来商言是某个隐秘古武宗门在世俗界的代理人，能拿出这种神药，他们背后的势力一定有出世的想法，这是个天大的机会。商言，你有多少黄金？大概1吨。数量不少。我这儿也有黄金珠宝公司，吃下完全没问题。大户就是大户，1吨黄金说吃就吃。难怪周小生黄金的人敢起黑心，想黑了商言的黄金。哥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敢欺负商言哥？这周小生黄金是不想混了。商言兄弟，你放心，我让他们今天就把赔偿给你。泽明，对我们队伍里的害群之马要严肃处理。是。多谢。另外，处理完黄金，我还需要采购一批玉石。没问题，这事儿我亲自来办，今天一定给你办妥当。6亿多现金到手，还白得了一些秦家送的古玉。这些古玉灵力充沛，甚至还有些特殊气息。不过当务之急，还是得提升实力。体内灵气已经无比充盈，似乎达到突破临界点了。哟，小徒儿，这几天忙什么呢？怎么都没过来？师傅，您可冤枉我了，我是在闭关修炼呢。那你今天不继续修炼，来我这做什么？我这不是快要突破了吗？请师傅来指点指点。练气期突破有什么好指点的？你按部就班修炼就行了。等准备突破筑基期再来找我吧。可是师傅，我感觉已经达到炼气期9层圆满了，就是不知道怎么突破到筑基期啊。你真的是5星圆满？怎么修炼速度这么快？这才拜师10来天吧？我不知道啊，就这么练着练着就到这儿了。拳头硬了，你当年也算宗门天才，跟他一比，好像也不算什么了。你确实到了突破的临界点，想突破到筑基期，就是不断压缩丹田内的灵力，让灵气液化，构建成一座灵台。你是5星圆满，铸造灵台的难度是别人的数10倍，需要准备海量的灵石。你从哪找来品质这么好的灵石？师傅，灵石我有的是，要是需要，我也可以给你。怎么，你想包养我？师傅，您对我帮助这么大，我这是孝敬您的。这还差不多。你要是敢对我有非分之行，小心我打断你3条腿。师傅，你想多了。什么意思？为师一点魅力都没有，让你都不想了。送命题啊！师傅，我好胀啊，快帮我。好，既然你已准备充分，那便开始吧。记住，突破筑基期是修仙路上的重要转折点，必须全神贯注。好痛，身体像要是被撕裂了。5行归一，灵台出现。这就是筑基期，体内灵力是刚才的10倍，脑域空间也变大了1倍。恭喜你，小徒儿，成功构建了5彩灵台，5行圆满着。我以为他至少要3年才能筑基，结果10来天就做到了。宗门那帮老家伙简直有眼无珠。多谢师傅指点。 3个月后是宗门大比，我希望你到时候能一鸣惊人，让宗主师伯和那些有眼无珠的长老们全都惊掉下巴。我能感受到师傅的怒气，他也是多谢修行者，想必当年也因为宗门不肯投入资源而受尽了委屈。师傅，你等我一会儿。怎么，这里面是什么宝贝？好东西，对师傅你肯定有用。 上品灵石这么多，这得有200-300枚上品灵石，相当于我数10年的俸禄。这要是被宗主师伯看到，都会眼红。师傅，我有些奇遇，有办法到灵石。小徒儿，你这是真的准备包养我了？师傅，你也知道多系修炼者晋升有多难，需要海量资源堆砌。我这点资源刚好能帮到师傅。你就不怕我起了歹心？你是我师傅，我不信你，信谁啊？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 师傅是我在宗门的靠山，你强大了，我才有大腿抱。你还想摸我的腿？师傅，您别想歪了，我是正经人。你的意思是我不正经？师傅，说正经的，这些灵石你且收下，对你修炼大有裨益。咱们师徒同心，将来叱咤修仙界。好徒儿，为师没看错你，这灵石我收下了。这是我随手收集的3团灵金矿石，正好给你修炼百炼神体诀用。师傅，这灵金矿石如何用来修炼啊？ 需要先将它提纯，炼制成灵金液，再融入体内淬炼肉身。不过，直接熔炼太过粗暴。可上次您说最好是用异火来提纯，这几块灵金一般的火焰可熔炼不了。你怕是忘了，
为师也是火形修炼者，虽然没有异火，但蹂躏这几块灵晶不过是小意思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你这个是储物戒，我父亲留给我的遗物，里面有大概5立方米的空间。师傅，这储物戒哪里可以买到？想什么呢？储物戒需要7级炼器师和稀有的空间石才能炼制，如今空间石几乎绝迹，现存的储物戒都被大宗门控制着，根本不会流出。这样啊，不过还好我有脑域空间。师傅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接下来的过程将极为痛苦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好痛，像是无数把刀在切割我的肌肤、骨骼和内脏。坚持，每一次循环，疼痛就加剧1分，但灵晶液也少了1分。感到肉身变得坚韧有力，我的身体好像变成了一件法器，烦兵难伤。师傅，好像成功了。不错，1次就成功，算是初步入门了。如果将另外2团灵晶也吸收了，你的身体就能达到上品法器级别。到时和宗门大比，你站着让那些内门弟子打，他们都伤不了你。师傅，那我到时候就可以揍赵坤一顿了。出息！有本事把莫老头也揍一顿。师傅，咱也不能以下犯上不是？到时候您揍莫峰主，我揍赵坤，我们师徒一起出马。说的不错，那就继续，我再帮你把这2块灵晶熔炼了。啊，师傅，您刚才消耗那么大，现在还能行吗？你在怀疑我的持久力，还是说你不行了？师傅，我怎么可能不行啊？那就来吧。师傅，那您受不了可要说一声啊。痛，不过好像没有刚才那么强烈了。为了在徒弟面前维持形象，可不能说自己不行。这一次收获巨大，不仅突破到筑基期，身体强度也堪比上品法器。咦，苏师兄，你在等我吗？师弟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师弟，你能否寄点灵石给我？师兄，你借灵石做什么用啊？我妹妹突破筑基期时被心魔所趁，现在走火入魔，急需一枚青神丹救她。原来是救神，我还以为他这苏得快的名字是输得快呢，那就懂了。青神丹是什么？需要多少灵石？青神丹是2级丹药，能增强神魄，稳定心神，因为稀有，价值10枚中品灵石。正常修炼者可以吃吗？可以，但是只能吃1枚。我可以去找师傅借点灵石，但我有个要求。师弟，你说。你带我一起去，我也要买一颗青神丹。就这么简单？我还以为你想当我妹夫。哎呀，不，我不想。你别不识好歹，我妹妹长得可漂亮了，你以后敢打我妹妹的主意，我就揍你。我不会，也不敢。快走吧，救人要紧。单防御，但至少能起到预警作用。也不知道强化神魂会有什么异象，先试试这个。好爽！这种神魂层面的舒爽感。这是意境之力。之前修炼5行之力时，只是领悟了意境雏形，现在吃了这丹药，神魂加强，意境竟然完全成型了。意境覆盖范围大概方圆10米，在这个范围内，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我的感知。一般金丹期修士才可领悟意境，我筑基期就领悟了。脑域空间也变大了，从2立方米增加到了3立方米。
看来空间大小不仅和修为有关，和神魂关系更大。现在一心五用也更轻松了。以前修炼36个大周天就头痛欲裂，现在起码能修炼48个，修炼速度就能大幅提升。魂元丹效果肯定更强，不过刚增强完神魂，得先巩固一下，不能操之过急。李先生，好消息！您看中的那栋办公楼，业主同意卖了，我们已经谈到了8500万。您看什么时候方便过来交易？就今天吧，一会儿我们到那栋楼下面见面。好的，李先生，一会儿见。李先生，我叫樊伟，幸会幸会。幸会，樊先生，想必小赵已经跟你沟通过了，那我们就尽快交易吧。锦绣，你代表我去办理手续，相信小赵会安排好一切的。李先生，您全款还是贷款？全款。李先生真是爽快，要不是我急着用钱，真舍不得卖这栋楼。这栋楼位置和环境确实不错，我一眼就相中了。不知李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？主要做黄金玉石方面的。玉石？李先生是收购还是出售？出售黄金，收购玉石。那不知道你对玉石原石有没有兴趣？哦，樊先生是做这行的。以前是做实业的，后来迷上了赌石，一刀天堂，一刀地狱。前段时间被人坑了一把，资金链断了，才不得不卖楼。玉石原石？哦，对呀，我可是修仙者，能感应到里面的灵气。赌石对我来说根本没有风险，收购原石成本低，还不引人注目，这是个好路子呀。老板，合同都准备好了。锦绣，后面交割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我已经给公司账上转了1个亿，资金足够。对了，赵月，你这儿有没有别墅资源？要不我再买一套别墅吧？有的有的，李先生，您有什么需求，我们竭尽全力满足。要求很简单，装修好的、安静、私密的别墅，最好离华中大学近点。李先生，你要买别墅，我倒有一个不错的推荐。好，樊大哥，请说。我朋友在东湖边开发了个高端楼盘，玉景天下，里面都是独栋别墅，物业也是全5城最好的，你肯定满意。那还请樊大哥介绍一下。范公子，您在玉景天下吗？我刚认识一个很有实力的朋友，想买别墅，想带他来认识您一下。还要去见什么公子？听这口气，架子还不小。我只是买个房而已，没必要去交际啊。放心吧，范公子为人谦和，多认识个人脉没坏处。小区靠山望水，中式园林风格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这地方不错，我喜欢。走，我带你去认识一下范公子，他可是被人称为5城太子爷，来自一个通天家族。太子爷？更没兴趣了。商言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世界还真是有点小啊。你们认识？田二哥，这么巧，这个小区是你的？原来樊总说的贵客就是你啊！早说啊，我送你一套得了，还费这么多劲儿。陈超怎么跟你拉近关系呢？昨天开家庭会议，爷爷和大哥的变化简直是神迹，我可不能再得罪这位爷了。那可不行，我是来买房的，不是来索要的，一码归一码。行，你是老大，你说了算。快坐，喝茶。我让人把那栋楼王留给你，反正你有钱，肯定买得起。多谢樊总，今天给我带了个贵人来，我记你这个人情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的天，本以为李商言是个有钱的小兄弟，没想到是条过江龙，连5城顶级公子秦奋都像是在巴结他。这套房是新中式精装修，面积上千平，售价3888万。品味不错，风景好，灵气也比别处浓郁，离学校也不远，挺好，非常不错。那就这套了，我过几天就搬进来。那我也在这搞一套，到时候可以常聚聚。范公子，我刚从李先生那儿回笼了笔资金，那我也来搞一套送上门的生意，我岂会拒绝？千二哥，我还有点事情，就先走了。好好好，有空来我这多坐坐。锦绣，你帮忙布置下别墅。好的，老板。另外，我想请1天假，我妈明天要动手术了。没问题，有任何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刚好，当初买的3花玉露丹就是为她准备的。儿子，是不是没有生活费了？不是妈，我最近兼职赚了不少钱，待会儿给您和爸转点钱，你们也别太辛苦了。钱你自己留着，跟女朋友在一起开销大，老爸老妈自己能赚。赚多了怕他们担心，不好解释。等空了回趟家，给他们吃点催体丹，改善一下体质。最近翘课太多了，都靠他们打倒，得犒劳一下。哎呦，老大，好几天没见，在哪儿发财呢？之前不是说搞了家公司吗？今天已经搞定了，下周你们就可以来上班了。我操，老大，你来真的啊？那当然，今天我还特意去买了一栋楼的办公室。老大，公司做什么的？我们也好提前熟悉一下。黄金玉石方面，
你们现阶段就是跟着学，怎么怕了？怕个嘚儿！老大，你都不怕我们把你公司弄垮了，我们怕什么？嘿嘿，说的是，反正咱们听老大的，先锻炼几年，以后报效恩主。哈哈，还报效恩主？对了，老大，这几天吴雨山一直找你，还有余威他们也是。我都跟吴雨山分手了，找我做什么？他们看上老大你了呗，现在还在孤立吴雨山，到处传他的丑闻，就是为了防止你们复合，然后他们好对你下手。还对我下手，搞得我跟唐僧肉一样。你现在可不就是唐僧肉吗？人帅多金专情，活好。不是，前3个我认了，活好是什么鬼啊？也是从余威他们嘴里传出来的。老大，你现在已经是传说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再这么搞下去，我都不想来上学了。王源执事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恐怕还不知道，宗主钦定你为紫阳峰第1个外门弟子，可是引起了不小的波澜。不少人认为此举不合规矩，要将你驱逐。我怎么没听说过？你成功拜师叶长老后，这个声音就小了很多。再加上宗主力挺，明面上没人再说什么了，但暗地里不少人可都在盯着你。这些人闲着蛋疼吗？盯着我干嘛？宗门已经有了你师傅，现在又多了你，不少人可不想资源再被分薄了。我入门10几天，宗门就给了1块下品灵石和1枚一气丹，就凭这点资源，那些废物能做什么呀？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10几年前，你师傅也遭遇过这种情形，他面临的压力比你现在大得多。师傅他原来经历过这些，是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，面对整个宗门的质疑和霸凌，难怪她现在性子这么刚烈，无人敢惹。这都是她一拳一鞭打出来的。王源指示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对于那些多嘴多舌的人，我会像我师傅一样，让他们闭嘴的。不错，宗主和我想看到的就是你这股劲儿。我今天来也是提醒你，不要被闲言碎语影响。对了，你现在修炼进展如何？正好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天赋，也让宗主心里有个底。请执事大人放心，在师傅教导下，进展顺利。现在已经练气期4层。不错，已经练气期4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练气期4层？10几天前，他不是才2层吗？这什么速度？他真是5星圆满吗？你确定是练气期4层？都是师傅教导的好。你要是过几天过来，说不定我已经到5层了。没想到，你虽是5星圆满，修炼速度却比单系弟子还快。宗主听到这个消息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对了，宗门内不仅看实力，还要看贡献点。有了贡献点，才能获得更多资源。你现在的境界，已经可以去做些宗门任务了。多谢执事提醒。师傅是给了我令牌，可以用他的贡献点，但是我一个大男人，总不能一直花女人的钱。王源执事提醒的对，该自己去赚贡献点了。剿灭妖兽，探寻险地，全都要筑基期修为。我现在要隐藏实力，这些都不能接。执事，这个任务的详情，这个是长期任务，只要是清单上木原峰需要的药材，我们都收。不同的种子，兑换和奖励的贡献点都不同啊。这是清单。淬体丹的原材料，龙血草、木灵3针花、火龙果都有。如果我能掌握这些灵草的种植方法，以后在蓝星建立丹药产业，原材料问题不就解决了？执事，我接这个任务，10个贡献点换取每样100颗种子，几十上百个贡献点的奖励我看不上，但这批种子对我来说可是无价之宝。种地，我可是修仙者，地龙术、莲羽术，有法术种地就是方便。接下来就是播种了。这些种子有的喜阳，有的喜阴。火龙果周围再布置了小型火属性灵石阵。宗门手册上说，加大灵液剂量可以催出灵药。别人觉得用灵石换低级药材不划算，但我不一样。我的目标是在蓝星建立丹药产业帝国，这点成本算什么？规模化种植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，有了灵药还要会炼制才行。我的丹药帝国就从这里开始吧。苏师兄，你妹妹情况如何了？多谢师弟，我妹妹已经康复了，还因祸得福，成功突破到了筑基期。这个恩情，我们兄妹俩没齿难忘。都是同门，我哪能见死不救啊？唉，也只有师弟你宅心仁厚。昨天我求了很多人，可没人愿意借我灵石，那种无助的感觉，幸好有你。总之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正好，我本来就是有事找他，事情严重了。不过师弟，我现在确实有件事想要请你帮忙。师弟，请说。我想学习炼丹，但我师父闭关了。你是2级炼丹师，所以想请你指点一二。我当是什么大事？这都是小事。师弟，这是我以前用过的炼丹炉，
虽然是个下品法器，但炼制1级丹药足够了。你先拿去练练手。多谢师兄，我今天也是临时起意，什么都没有准备。师弟，炼丹需要细心、耐心和恒心。首先要了解药材药性。来，我先教你炼制最基础的1级丹药回春丹。这是3份回血草的叶子，2份灵芝的根茎，1份鹿角霜。现在是关键的一步，要用灵性引导药材融合，同时注意火候。原来如此。好了，最后一步，收丹。师兄，谢谢你，没有你，我不可能这么快就学会了。师弟，你竟然1次就成功了！我当初可是失败了几10次，你现在到底什么境界了？炼气7、4次。果然，你师傅是个变态，你也是。小心被我师傅。看来炼丹也需要消耗不少神念，我的神魂比常人强大，这应该才是我能一次成功的主要原因。不错，成功炼制出2炉回春丹，不过神念和灵力有些不支了。师弟，咱们修仙界探寻到的灵药曾有近100万种，但现在不足1万种了，绝大部分还是6级以下的。所有6级以上的丹药才凤毛麟角，不是没人会炼，是根本没药材。修仙界的资源比我想象的还要紧张，看来在蓝星培育灵药计划必须尽快提上日程。如果不是老板接了100万给我，那恐怕母亲的病我到现在都束手无策。妈，收拾好了吗？我们快点出发吧，今天应该有很多检查的。阿秀，这好端端的去什么医院啊？一去又这个检查那个检查，每一样都要不少钱，这多费钱啊！妈，钱我可以去赚，但你的健康最重要。如果检查出来一切正常，那不是天大的好事吗？即便有什么问题，有专家医生在，也能很快把你治好的。阿秀，这一次检查起码要几千块钱，这些钱还不如留给你哥用。他现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爸，她是你老婆，现在病了需要救命，你宁愿把钱给杨世杰那个混蛋，也舍不得给妈检查身体。放肆！怎么说话呢？从小到大，他要什么你们给什么。他创业失败，染上赌博，把家底都败光了，害得我大学都上不了。我辛辛苦苦赚钱给妈治病，他呢，骗走我的钱全拿去赌了，还导致我被辞退。你说什么？你失业啊？那你哥以后怎么办？在他心里，从来就没有我和妈妈的位置，我们只是他们父子的佣人。妈，走，我带你离开这里。可是，哟，竟然还有钱带妈去检查，看来你又骗我了，钱没给我完啊！妹妹，还有多少钱？哥刚说完，正好拿去翻本。我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杨锦绣，你胆子肥了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为什么不敢？从今以后，你休想从我身上拿到1分钱。我的钱只会给值得的人，而你不配。来啊，有本事再上前一步，我今天就杀了你！你这种人渣，活在世上也是浪费粮食。妹妹，你先把他放下，一会儿好好说。阿秀，你哥就要点钱，你何必这样？要点钱？这是妈的救命钱！你这个当丈夫的有脸说这话？妈，这对狼心狗肺的父子根本没管过我们死活。我再问你一次，跟不跟我走？治好你的病，我们永远离开这2个废物。好。喂，尚言，你在学校吗？刚到，准备去上课。我也在学校，上午没事，我陪你一起上课吧。可以啊。快看，那个美女好漂亮啊！你连她都不认识啊？咱们的校花秦荣苑啊！听说无数富二代都想追她，没一个成功的。我猜是校学生会主席孙亚东，听说他跟秦荣苑关系不一般。我的女神要被孙子拿下了，心碎了。哎，快看，孙亚东过去了，传言是真的，他们真的在一起了。荣苑居然真的来等我了，这个小可爱真是会制造惊喜，只要追的我就能一步登天。金学妹，没想到你竟然会答应陪我一起上课，真是会给我制造惊喜啊！啊，学长，你在说什么？秦学妹，你怎么还害羞了？我昨天晚上不是给你发过微信的吗？请你一起陪我上课，你果然还是来了。哇，原来他们私下已经到这份上了。完了，女神真的名花有主了。原来他们每天都有联系，而且校花还偷偷给孙亚东制造惊喜。妈的，忽然想打死这个孙贼，下手真快。走吧，学妹，快到上课时间了，
迟到可不是好习惯。商爷，你终于来了。我们快走吧，我可不想被当猴看。我操，鲜花真的有男朋友了？那个孙子是谁？10秒钟，我要知道他所有的信息，包括祖宗18代。你他妈以为自己是歪嘴龙王啊？还10秒钟知道所有信息？我看你也就10秒钟的本事。话说那个男生是谁啊？长得还挺帅的，怎么以前校草评选都没见过他？你们没发现那个男人开的是一辆豪车吗？商言是吧？我倒要查查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没想到秦荣烨在学校影响力这么大。3位学长好，我叫秦荣烨，今天来蹭节课，请多指教。月月，他们是我的舍友，谢军磊、翻译郑源。老大，你什么时候跟咱们校花认识的？藏的也太深了。我们也才刚认识不久。刚认识不久就把校花追到手了，这就是超能力吗？不对呀，那么多富二代砸钱都没用，老大牛逼呀！少爷，我大哥昨天来电话了，说大伯母的身体完全康复了，你的丹药太神奇了。有用就好。何止有用，那些专家本来都断言大伯母只剩不到1个月了，结果你一粒丹药下去，现在身体比以前还好，医生们都说是医学奇迹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嘛，只可惜啊，这种丹药药材太少了，要是能大规模量产，那才是好。双爷，你真的太伟大了！爷爷说你心怀侠义，果然没错。月月，你认识农科院或者生物学专家吗？我不认识，但我可以找爷爷帮忙。你有什么要求？我想你也知道，炼制这些丹药的药材非常紧缺，甚至很多都灭绝了，所以我想能不能找些专家研究在蓝星上种植这些药材。这个主意太棒了，我马上给爷爷打电话，他肯定会非常感兴趣的。爷爷让你马上过去，他已经安排好了。跟秦家合作，比我单打独斗要快得多。丹药产业的根基，今天就要打下了。会不会走错了？这么厉害的院士住这儿？地址没错，先去问一下。如果走错了，我们再重新找下。同学，你们找谁呀？老师，我叫秦荣苑，我爷爷给了我一个地址，让我来找新院士。原来你们就是秦老介绍来的人呐，快请进吧。小姑娘，快请坐。你爷爷最近身体可好啊？谢谢新爷爷关心。前一段时间爷爷身体确实不太好，不过现在身体壮似一头牛，每顿能吃3斤肉，喝1斤酒。你这小丫头倒真是秦老头的孙女，可真的能替他吹牛。新爷爷，我可没有吹牛，我爷爷身体可好着呢。他那把老骨头能走得动路，已经是保养有方了，还一顿3斤酒1斤肉，真当自己是个壮小伙。老秦说你们找我有非常重要的事。谢院士，这4种植物你认识吗？这画上的植物真的存在吗？我研究了一辈子植物，从没见过。它们肯定存在，如果连您都不认识，那恐怕在自然界基本就绝迹了。它们叫什么？有什么用？它们分别叫云鳞花、乌兰花、木心草和玉露草，来自一个隐秘之地，用它们炼制的丹药能治愈人类90%以上的疾病。这个世界要讲科学，哪儿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神药？你们走吧，我没兴趣听你胡说八道。新爷爷，小丫头，这个世界要讲科学，哪儿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神药？这小伙子长得不错，但做事还是要脚踏实地，想一口吃成个胖子是妄想。这是老头子给你的一个忠告，希望你能听得进去。新爷爷，您误会了，商言的丹药真的很神奇，我爷爷之前病危就是靠他的丹药才好的，我大伯母得了癌症也是吃了丹药才痊愈的。以秦老的为人，不可能被一个毛头小子。如果真如你所说，这药材世间难寻，那你找我做什么？什么？你确定？丽珍，你怎么了？月月，快叫救护车！新老夫人情况不妙，我担心她坚持不到医院。我们年纪大了，早晚有这一天。新老，我这里还有最后1枚3花玉露丹，也许能救老夫人一命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感激不尽。
这是怎么了？丽珍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非常的好，身体充满了活力。神药，果然是神药啊！早知道这么神奇，就该给老辛吃。我一个老太婆死了就死了，国家还需要它呀。何老夫人，您别这么说，现在可惜的是药材太稀有，所以我才来请辛老出手帮忙培育药材，这样能大规模种植，将来别说国之栋梁，就是普通老百姓都用得起。好，说得太好了，小同志，我为刚才的误会向你道歉，我差点错过如此重要的大事，这件事我干了。辛老，我希望由您组建团队，秘密培育，在成功前绝不能泄露一丝信息。你放心，我们实验室的保密等级是最高的。辛老，这些种子是我费了很大劲才保留下来的，我会把基本的种植方式告诉你，但是更希望能借助你们的专业技术，找到快速培育的方法。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小同志，你放心，拼了我这条老命，也一定找出科学的种植方式。这怎么可能？80多岁的老太太，各项身体指标比20多岁的小伙子还好，这是人类奇迹啊！必须做个全面研究。不用进一步检查了，我们要出院。这是无比重要的任务，必须万无一失。商言，今天幸好有你，你真是神医在世。这些丹药都是在师兄那儿买的，我自己只会炼制回春丹，离神医还差得远呢。等等，有些1级丹药在修仙界没什么用，但在都市世界里那可是神药啊。比如美颜丹，能祛斑美白，修仙者自身就能淬体，用不上。但对于蓝星女人来说，还有金枪丹，能让男人金枪不倒。修仙者追求大道，对肉体还原需求不高，自己也能控制。但对蓝星男人来说，这些被修仙界视为废物的丹药，炼制他们的药材，蓝星上就能找到，简直是天大的惊喜。难道学长要表白了？那我是同意呢，还是主动一点呢？月月，我想成立一家医药公司，你有没有兴趣来帮我？啊？你愿意啊！可是你的那些药材不是还没种出来吗？那些是高级丹药，我们第一步先推出一些让男人和女人都无法拒绝的小玩意儿，到时候你就是我们公司最好的形象代言人。之前总想着倒卖黄金，格局小了，黄金搬运多了容易出事儿，定价权还在别人手里。但丹药不一样，技术独门，效果逆天，定价权在我自己手里。商言，那你给公司取个名字吧，一会儿我就跟家里人说下，到时候加快医药公司注册手续。至于医药公司所需要的资质，到时候我们也会想办法帮你解决的。公司名称就叫做玄仙医药吧。原本还想着将市中心那栋楼买下来经营黄金玉石生意的，现在反而觉得拿来做丹药生意更好。那栋楼地下室倒是可以用来存放黄金和玉石，而地面建筑将可以作为丹药展览区，走精品路线。有钱家背书，一栋楼只服务顶级权贵富豪，逼格拉满。一枚毫无副作用、效果持久的美颜丹，卖200万不过分吧？一枚有滋补效果的金枪丹，卖10万也不过分吧？到时候我就是2界仙豪。用0时速的蒲团修炼，速度就是快，比开法拉利还爽。要突破了，筑基期2层成了。这玩意儿要是被人发现，怕是宗主都得眼红，必须藏好。不知道后院种下的那些灵药怎么样了？这里的灵气果然浓郁，才1个晚上就发芽了。或许可以利用刚突破的灵力，为他们催生一下。成功了，看样子是吃饱了，再灌下去怕是要撑死。接下来该去采购了。周师兄，好久不见。李师弟，今天想要点什么丹药？我想买一些1级丹药，比如美颜丹、金枪丹、固精丹这些。不是我用。懂，是你一个朋友要用。到底有没有啊？现在没有现货，这些丹药太冷门了。这样啊？哎，别走啊，师弟，这些丹药炼制简单，你要多少？我花点时间就能搞定。我是东唐皇朝的皇子，手里有一批世俗界的客户，他们虽然是凡人，但对美颜丹、金枪丹这些小玩意儿非常感兴趣，量很大。凡人？他们能有什么好东西？黄金白银，我们修仙者又用不上。师兄，
你只管把东西卖给我，我用灵石给你结账，你有什么风险？有道理。师弟，你需要多少？美颜丹、金枪丹、固精丹这3种，每样每月先来1000枚吧。多少？加起来3000枚。哎，师弟，这个量太大了，我一个人累死也完不成啊。那还不简单，你再找一些神丹峰的师弟帮你练呢，既能让他们练手，还有灵石赚，何乐而不为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3000枚丹药，我出200枚下品灵石。那不行，我得亏死，起码400枚。就这么定了，300枚下品灵石，但我用中品灵石支付。成交。3枚中品灵石就能换来价值20多亿的丹药，简直是暴利。我在修仙界的第一个丹药代工厂正式成立。这清源谷方氏东西虽然品阶不高，但正适合蓝星那边。可惜现在实力还不够，不能太张扬，不然真想把这里一扫而空。三叔，李山岩那小子走的方向好像不是紫阳峰，那岂不是更好？我们正愁怎么将他引出来。三叔，我总感觉这小子有秘密。你说他走的那个地方，是不是他发现了什么机缘？何出此言？他拜了叶长老为师没错，但我发现他最近已经花费了上千块灵石了。叶长老再有钱，也不可能这么大方吧？虽然不排除他用花言巧语骗了叶长老，但你说的也有可能。他现在往深山里去，正合我意。等擒住他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那我们快走，可别跟丢了。李尚言，快说吧，这里有什么秘密？说了，待会儿给你一个痛快。你是大将军的弟弟吧？叫于泽天？大胆！一个外门弟子，竟敢直呼本执事之名！看来你们大将军府果然是一群反骨，出了东堂皇朝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。仙凡有别，一个区世俗皇朝的皇子也想约束本执事，简直笑话。至于你们李氏皇族，等老夫修炼到金丹期，就去灭了你们。就凭你能修炼到金丹期，我李氏皇族前辈就不能吗？你说的是李元冲、李克明那几个废物吗？修炼上百年还是筑基期，废物中的废物。怪不得，看来我李氏皇族在宗门里混得不怎么样。放屁！你还真以为自己是狗屁皇子？你李氏皇族都是一群废物，老的废物，小的更废物。你一个5星俱全的废物，别耽搁时间了，快点把你刚才的包裹交出来，省得受皮肉之苦。原来你们还看上了我的东西，可是你们就不怕我师父找你们算账吗？我们当然怕叶紫渊那个疯女人，她要不怎么说你蠢呢？竟然一个人跑到那么偏僻的地方，到时候杀了你，引几头妖兽过来把你吃了，谁能查得出来？原来你们一开始就没打算放我走啊！废物，你怎么这么天真？我们都到了这地步，怎么可能留你一命？不过你小子命真大，3番2次逃过杀劫。原来你不止一次对我下手。你这个蠢货，我们稍微捧你几句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主子了。入门考核前一天，我们给你下了迷魂药，没想到这样你还能突破，真是命大。原来前世真的是被他们害死的，多亏了他们，不然我还是个蓝星上的失忆人。好了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快点动手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小华，你来，杀了他，就当是你正式进入修仙界。放心，我会为你列阵。三叔，对付一个废物，何必如此小心？且看我如何虐杀他。李商言，你是第一个死在我剑下之人，你会感到荣幸的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？反派死于话多，你他妈废话真多，流沙术。什么？混账！你敢？是麻痹毒素！三叔，救我！这废物怎么会这么强？这小子远比想象中棘手。想救他，先顾好你自己吧。御巫术，你突破到筑基期了？怎么可能？小子，你也太小看我了！区御巫术就想打败我？没想到吧？我可是已经凝练出本命法器，对付你这种毛头小子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本命法器像是撞在了坚硬之物上，这是什么术法？妈的！幸亏了百灵身体诀，身体强度堪比极品法器，不然今天真交代在这儿了。战斗经验还是太少了。不好！火遁术，
该死！灵气紊乱，无法锁定你上眼位置。五行相克，你以为一件本命法器就能吃定我？该死！这小子肉身强悍，对五行术法掌握也如此纯熟，处处克制我，必须找到突破口。哼，你上当了！一爆符，拼了！五行合一。好险，差一点就死了。修仙界的第一战就这么凶险，真囧！除了两柄法器，只有9枚下品灵石和1瓶一息丹。这2柄法器特征太明显，不能用，先收进脑域空间再说。相信没人会怀疑一个刚入门的小喽啰身上。去看看灵药怎么样了，长势喜人。真是巧啊，每次回来都有电话。盛言在哪呢？刚起床，有事儿？听说你对玉石感兴趣，刚好有个朋友要出1批原石，有没有兴趣去瞧瞧？没问题，正好手里还有5亿多现金，该补充灵石了。玉石生意虽然要做，但得一步步来，不能急。现在实力还很弱，积蓄实力，经营势力才是关键。樊大哥，你也在？老樊也算赌石专家，今天带他来给我们出出主意。那还不简单，凡是你看中的，我们都不买，出他一个反向操作。这主意不错。钱总，我们到门口了，带了2个朋友来玩玩，别使蛋，开门就是。范公子，欢迎欢迎。范公子，这位是我这位兄弟叫李商言，你叫他严公子。商言，他是前途，跟我一样大院出来的，喜欢搞石头。严公子，幸会幸会。别叫我公子，叫我商言就行。好，商言兄弟直爽，我喜欢。快，里面请。这次量不少啊，这个都是好东西。我前阵子在缅北待了半年才搞来的。谁不知道你是个垮神？净瞎说，我那是赌神，就他妈几次垮了，就被冠上这称呼。垮神？这小子刚玩赌石时花了数千万，结果基本都切垮了，差点被他爸打断腿。人傻钱多，运气差，家伙人称垮神。妈的，这次绝对能大赚！来，随便挑，挑中了算我的，切涨了我送，切垮了我赔。那我们不客气了，我叫那块。开玩笑的，教练的熊样。不过今天我带商言兄弟来，你可得弄些好货。放心，我们给钱。放心吧，这次绝对够你们挑，都是老坑的好货。灵气好微弱，连下品灵石都算不上。垮了，这块也一样。终于摸到一块蕴含庞大灵气的了。原来不是我感应有问题，是好货太少了。这块不错，可以收下。一圈下来上千块原石，也只挑了30多块。看来前途这垮神的名号名不虚传呢。这要剩他自己捡，得亏到姥姥家。对不住了，钱老兄，先把好的挑走喽，待会儿不跟你还价就是了。盛言，这些都是你挑的，这么多？随便玩玩。看这些石头挺合眼缘的，索性都买下来。就是不知道钱大哥舍不舍得。商言兄弟，你买这么多，我当然高兴。不过你确定要这么多吗？这玩意一刀穷一刀富，容易败家呀。只要钱大哥肯卖，我就愿意买。这块灵气好庞大，好精纯。这块石头不要了。盛言，你确定？这石头可不小，万一……相信我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它值得。这块1人高的原石，灵气不仅强大，质也极高。难道是传说中的极品灵石？钱总，你这块石头售价多少？这块也是老坑出来的，争议很大，我花了800多万拿下，加上运费、税费，算1000万吧。我靠，钱途，你小子不地道啊，还敢赚我兄弟的钱？没事儿，钱总辛苦运回来，赚点辛苦钱也是应该的。麻烦你帮我挑中这些，全部都算一下，我都要了。商言兄弟，看来你也很喜欢赌石，那你觉得我这批货里最牛的那块怎么样？那块大的，灵气含量可能不到我刚挑这块1/1000，挂得死死的。我看不懂，我就是小打小闹，这块太大了，我玩不起啊。老板，李先生，一共37块原石，总价是2928万。商言，你是贵客，算你2800万。前途，你说的都是些什么破烂？我100多万全亏了。商言，你也来捡一块，你先涨了我认了，要是垮了，那就是前途的货不行。就捡这块吧。我来。商言，你说怎么弄？我也不懂，要不从中间切开？涨了，诺宾种价值远超成本。涨了。商言，你这运气可以啊！妈的，我他妈裂开了，怎么就我垮了？范公子，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垮神。看吧，
我就说我这批货有好东西。唐岩，仅凭这一刀，这块石头至少值200万。当然，大个长啊！这块起码值500万以上。见者有份儿，在场所有人每人都有红包。老板发财，老板不悦。钱总，帮我安排货车，把所有原石送到办公室地下室吧。钱总、樊总，你们切出的玉石，我以市场价一并买下。脑域空间还是太小了，这块大的放不下。不过没关系，先留个临时标记。法器就是锋利，我在蓝星这具身体也已是炼气期9层圆满了，今日便是突破之时。筑基了，到了筑基期，才算是真正踏入超凡之境，身体素质已非人类可比。虽然还扛不住 RPG， 但面对国家机器，小心点儿，总算是能勉强自保了。试试看，能不能熔炼它，提取灵金。看来至少要筑基后期，或者找到异火才行。也不知蓝星这边有没有异火。经历过余华叔侄的偷袭，我越发感到这个世界危险，必须尽快把资源转化为实力。李师弟，你要的美颜丹、金枪丹和古金丹都在这儿了。我这10天可是拼了老命了。太好了，蓝星的玄仙医药终于可以开业了。所有元婴期以下的宗门弟子全部退出紫阳峰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这位师兄，可知紫阳峰发生了什么？师弟，你是刚入门的吧？还没见过宗门前辈渡劫？渡劫？我辈修士逆天而行，修为达到瓶颈，天道便会降下雷劫考验，渡过则修为大进，寿元大增；失败则魂飞魄散。如今这景象，便是有前辈在渡金丹雷劫，准备突破元婴期。雷劫？兽身抗雷？那未来康和蛋也不远了吧？那位前辈能成功吗？谁说的准呢？雷劫威力莫测，9死1生。No way！ 是师傅，这丫头怎么突然就要渡劫了？一定要小心呐！终于到了最后一道了，恢复了几成灵力。来吧，破！成功了！叶长老成功了！好，师兄，渡完劫之后会怎么样？当然是劫云消散，天道赐福，降下甘霖，破丹成阴。那为何劫云还没有消散？这不正常啊！正常最多就9道雷劫。师傅似乎也有些脱力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12道雷劫？叶长老，加油啊！一定要挺住！加速，再加速！师傅一定要挺住！我会飞了！师傅，接着！好！这小子是李商言，他不是才炼气期吗？怎么会飞？来吧，风枪！天人合一的境界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修仙者，无一不是天赋异禀，且对天地法则有着极深的领悟。小心，紫渊！破丹成鹰，成功了！师傅真的成功了！天地赐福，这是天地赐福啊！天地赐福意味着紫渊不仅成功度过了雷劫，更得到了天地的认可与祝福。他的修为和潜力都将因此得到极大的提升。多谢天地厚爱，紫渊定不负所望。天赐福果，这怎么可能？紫渊，这是天地对你的认可与奖励，一定要珍惜这份机缘，努力修行，为玄元宗争光。天降甘霖，这是天地对强者诞生的祝福。多谢各位前辈护法，紫渊感激不尽。小徒儿，谢谢你。恭喜师傅顺利突破。师傅，
这位是？他叫李商言，是紫渊丫头收的徒弟，也是紫阳峰第一个外门弟子。紫阳峰还有外门弟子？叶长老竟然收徒了！见过宗主，见过诸位长老，直视。李商言，如果我没看错，你刚才是飞上来的。也许吧，就是刚才我看师傅情况危急，就想着要以最快速度赶过来。跑着跑着，不知道怎么就飞起来了。又是顿悟，难道多系灵根的人容易顿悟？这对师徒，我徒弟虽然是五行俱全，但他的天赋比我还强。五行俱全，天才！难道李商言现在已经达到炼气期5层了？区炼气期5层，哪能当得起天才二字？那是什么境界？入门20天，筑基。不可能，10天前我去检查，他才是炼气期4层。方执事，不好意思，当时师傅让我低调，我骗了你。入门20天就筑基了，还是五行俱全，这怎么可能？闻所未闻呐！不错，真的已经突破到筑基期了，而且还是铸造了5彩灵台。宗主，诸位长老，且听我一言。叶长老，请说。如今我的徒弟李商言已是筑基期，按理应晋升为内门弟子。不过，我认为这远远不够，他的天赋甚至比我还高。若按普通内门弟子对，是在浪费他的天赋。所以我希望能将李商言列入核心弟子。我不同意。理由？自然是与宗门规定不符。宗门规定中可曾有言，天赋异禀者不可破格提拔？即便如此，他入门时间尚短，修为也仅是筑基初期，何以证明他有足够的能力与心性承担核心弟子的责任？李商言上前。诸位长老，商言入门1月，不仅从炼气2层晋升至筑基，更在刚才危急关头顿悟封遁之术。试问，这样的事情，有几人能做到？叶长老言之有理，但核心弟子之选事关重大，是否应该给他更多时间以观其行？叶长老的心情我们能理解，但核心弟子非同小可，将享受宗门最优质的资源。李商言虽天赋异禀，但心性、经验尚需磨练。我建议可以先将他作为特例，享受内门弟子待遇，同时增设特殊考核，若他能通过，再晋升也不迟。商言，你可愿意接受这样的考验？弟子愿意接受考验，定不负师傅与宗门期望。好，既如此，便依赵长老所言。敢问是何考验？过几个月便是宗门大比，你的考验就是在宗门大比获得内门弟子第1名。这不公平！那些内门弟子修炼数十年，资源无数，商言才修炼1个月，你让他怎么比？叶长老，考验虽难，却也是磨练。我们并非要求他必胜，而是要看他在逆境中能否展现出非凡的智慧与毅力。若能以弱胜强，不正说明他拥有核心弟子的品质吗？即便输了，几年内通过考验，我们也可提前授予身份。师傅这是在为我争取福利，怕我重蹈他当年覆辙，我绝不能让他失望。好，我接受你的提议，但有一点，商言准备大比期间所需的修炼资源必须得到保证，不能因他只是内门弟子身份而限制。言之有理，宗门应当全力支持，本宗会亲自督办，确保李商言得到应有的支持。多谢宗主，多谢师傅以及诸位长老，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惊喜。本宗长老叶紫渊成功突破元婴期，3日后宗门将举办庆祝大典，邀请各宗参加，届时所有弟子皆可参与，宗门将有福利赐下。师傅，恭喜你！没想到最后竟是这个小徒儿救了我一命。小徒儿，谢谢你。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？你是我的师傅，只有你强大了，我才有大腿抱。你倒是滑头，都不想努力了？有你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今天你太冒失了，渡劫那么危险，你一个小小的筑基期竟然敢冲过来。师傅，无论如何，只要你遇到危险，我都会想尽办法出手。竟然想要挑逗你的师傅，居心不良。红裙师傅又出来了，招架不住，赶紧转移话题。师傅，你是2个神魂共融一体，那元婴也是如此吗？这次突破，我丹田内形成了2个元婴。2个元婴啊！师傅，你本就比单系修炼者还强大，那如今岂不是实力再次加倍？那当然，我的实力已经不比五行俱全的加成，但修炼所需的资源越来越多了。不就是零食吗？我有的是。小徒儿，你今天给我上品零食的一幕，很多人都看见了，恐怕有不少人已经在惦记着你了。
本想苟着发育，但情况特殊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让他们知道我也有秘密，在宗门内有师傅你在，他们不敢动手。不错，就是要让他们羡慕嫉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我倒有个建议，可以把你的秘密合理化，就说你是大能转世，这类强者在活第二世时修炼极快，且常有奇遇。师傅，我现在只觉醒了一部分技艺，所以只获得了一些宝物和修炼的技艺。入戏挺快，不过你给了我那么多商品灵石，还够吗？师傅，我曾有过奇遇，神魂可以去一个神秘之地，那里有很多灵石，但需要通过考验才能获得。也许你还真有可能是大能转世，但无论如何，记住，实力才是硬道理，行事要谨慎。我明白了，师傅。对了，你有2个元婴，那是不是可以修炼更多法术了？确实，我打算融合3线灵力，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法术。师傅，等你创造出新法术，一定要教我。好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先把基础打牢，别让我发现你偷懒。后院种植的灵药竟然全部都成熟了。对了，是师傅突破时的天降甘霖，发财了。等学会了炼制淬体丹，拿到都市世界去卖，肯定会有很多人感兴趣。喂，荣燕。少爷，玄仙医药的各种手续都办完了，什么时候开业啊？这么快？那当然，也不看看谁出马。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，到底要卖什么弹药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开业吧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幸亏你邀请一些熟悉的人过来，今天我要让大家开开眼界。还瞒着我？行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我操！你看，那不是武城主官赵康吗？他怎么也来了？商言这兄弟背景也太吓人了。赵家、孙家、周家、余家的几位老领导，他们怎么也来了？这个叫李商言的年轻人到底是什么背景？千老、新老以及几位前辈好，欢迎莅临。商言，我这次可是邀请了不少老朋友，希望你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。商言，你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，我也很好奇你其他丹药的功效。新老，科学界的大佬，他竟然说李商言交给他任务，难道这丹药真有奇效？各位，吉时已到，仪式开始。欢迎各位，相信大家都很好奇，我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今天我们玄仙医药将发布几款功效非凡的丹药，数量有限，价高者得。首先，第1枚丹药名为美颜丹，又是智商税。美颜丹能美白祛斑，排除体内杂质，立竿见影。说一千道1万，不如现场实验。不知哪位想免费体验一番？李先生，我来体验一下。是三叶集团的叶星月，他可是每年花几千万美容啊！这小伙子皮肤也太好了，要是丹药真有效，这是真的吗？天哪，真的有奇效！叶总的脸完全变了个人。李先生，太神奇了！您的丹药，我愿意高价收购。李先生，我也要购买，还有我也要。大家请安静，这只是第1款，接下来还有更多惊喜。这第2款丹药固精丹可以快速恢复精力，增强体质，若长期服用，还能有多子多福之功效。这个就不找人试验了。下一个，第3款金枪丹，功效如名，懂的都懂，毫无副作用，和固精丹搭配效果更好。回春丹，第4款丹药，此丹对于恢复体力、治疗受伤具有奇效。下面有请一位刚动过手术的体验者。这位赵阿姨是我同事的母亲，几天前刚做完手术，伤口未愈，身体虚弱。好像不怎么疼了。李先生，这药太神奇了，我感觉伤口好像在愈合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完全颠覆了现代医学！凡人们，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来自修仙世界的降维震撼。诸位，回春丹的效果大家已经亲眼见证，而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我们玄仙医药的这次压轴之作淬体丹。李先生，你们连淬体丹也能出售了吗？现在还不能大规模出售，所以这次只有3枚。李先生，你这是直接毒死我们的口啊！这种好东西应该用在军方，才能发挥最大作用。新老放心，我们正在和新老合作，我相信以后可以规模化炼制，届时定会和军方合作。老姐，别打哑谜了，这个淬体丹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们知道古武者吧？
一群力拔千斤、远超常人的超凡者。这跟淬体丹有什么关系？淬体丹就是能让一个普通人一跃成为媲美古武者的超凡者，它能批量制造超凡者。这么神奇，有什么副作用？没有，我孙子晴天就用过，如今身体素质强得离谱。秦老说的不错，可惜炼制药材太过稀有。不过我们正在与新院士合作，希望能够找到大规模种植的方式。好了，产品发布会到此结束，有兴趣的请与秦总和杨总联系。好茶啊，不可以称得上是仙茶呀。商言，你这茶甚至比大红袍都有所不如啊！这不就是师傅院子里最普通的茶叶吗？随手拿了一包，看来修仙界的东西在蓝星都是宝贝啊！又是一个赚钱的办法。几位前辈既然喜欢，那待会儿一人带2两回去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！这茶叶确实不凡，这人情得收下。但这李商言到底什么背景？秦老对他竟有一丝巴结的感觉。18.8万的老班章都有人买，我这灵茶卖18.8万1两，不过分吧？我的格局又打开了。商言，丹药都卖完了，你猜猜营业额有多少？估摸着得有7、8亿吧。足足有14亿多。美颜丹200万一枚，淬体丹更是高达2亿一枚，被秦家、赵家、余家各买走一枚。营业额约等于利润，毛利率99%。这位前辈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一起合作？李先生，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？实不相瞒，我来自一个隐秘的古老传承，名为玄元宗，宗门闭世数百年，如今派我为宗门行走，将老祖宗的东西发扬光大。我初步的想法是与诸位共同成立一家丹药销售公司，由玄仙医药提供丹药，由新公司对外销售。那是否可以出售丹药炼制技术啊？现阶段不会，并非我们想掌控技术，而是原材料只在我们宗门才有。不过我正和新老合作研究，若能成功，未来推广技术并非没有可能。大圣人啊！等我以后资源足够多，自然会反哺给人类，带领蓝星走出宇宙，才是我真正的目标。但现在画饼是必须的。我们秦家愿意参与。商爷，老头子就不参与商业了，我就安心给你搞研究。既然如此，玄仙医药将聘请您为首席科学家，为您提供一切资源，经费没有上限。好，你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。杨教授，丹药推广需要大量临床观察，希望你也能加入，我会给你一些股份，辛苦您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研究。李先生，希望您将这个项目落在5成，您要什么政策都可以商量，要资金给资金，要地给地。这个项目未来将是一个巨无霸，必须趁早将它留在5成。赵主管放心，我在这儿上学，肯定会优先选择5成。上学？商言是我的学长，现在还是华中大学的大3学生呢。英雄出少年啊！回归正题，丹药销售公司注册资本100亿，玄仙医药持股69.9%，秦家10%，赵、余、周、孙4家各5%，杨教授0.1%，5家股东需要实缴资本。5亿、10亿不算什么，重要的是未来。你们作为股东，未来将优先购买，甚至定制某些特殊功效的丹药，包括三花玉露丹吗？三花玉露丹是什么？那是一种能治疗90%以上疾病的神丹妙药。当然可以，而且以后说不定还有增加寿元的丹药，只不过药材太过稀有，暂时还没有办法炼制。王应义，当公司成立，钱立刻打过来。我赵家也没问题，如果需要可以提前打钱。我们也是啊。既然如此，一言为定，过几天新的一批丹药就能送到，届时销售公司就可以正式营业。